那阴域正是他们幽冥宗置放尸王之地。你不会将那些尸王的本源都给吞噬了吧？啊，那倒不是。那幽冥宗所炼制的尸魁，其中邪气太盛，如果本皇吞噬，倒是可以提升实力，但也难免种下隐患，因此本皇可不敢随意吞噬。不过我虽然没有将那些尸魁本源吞噬，但却对其动了一些手脚。什么手脚？幽冥宗炼制这些尸魁的时候，利用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手法。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些尸魁之内祭炼了一种奇特的符文。利用这些符文，幽冥宗才能对这些尸魁进行操纵。但是本皇离开那阴域之前，直接将那些尸魁符文彻底打乱了。现在幽冥宗根本无法再让那些尸魁执行命令，甚至由于那些尸魁没有灵智，眼中只有杀戮的欲望。幽冥宗一旦将那些尸魁放出来，很有可能会遭到反噬啊！竟然还有这种操作？不对，幽冥宗除了尸魁，不是还有宗主这个巅峰战力吗？好兄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幽冥宗主的确很强，但本皇脱困之后，却是听闻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幽冥宗宗主正在闭关，冲击境界，如今很难过问外界之事。怪不得天机前辈给我算过命，说我是天命之子。难道这就是天命之子的光环吗？你说幽冥宗主在闭关，是否已到关键时期啊？肯定是，若不然咱们在幽冥宗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都不出来，一定是到了关键时期难以抽身的原因。我听说武者闭关之际最为脆弱的时候，一旦受到外界刺激，轻则身受重伤，修为大损，重则五心崩碎，走火入魔呀。你在想什么？我感觉我们想的是一样的。那既如此，那就这样干了。别杀我！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宗主闭关之地在何处啊？在宗内的浮空山。走，这里应该就是那浮空山了。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本皇可以考虑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这么看着我做甚？不能低调一点吗？怎么低调？洞府里那位好歹也是一位老辈强者，你这样很不尊重人家。依我看，直接破山就好了，在洞外喊个什么呀？不好，怎么这老东西看上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啊？难道他已经闭关成功？若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岂不是完了？老夫再有一日时间，便足以突破桎梏，现在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是你们两个坏了本宗主的大事，该死，该死啊！这老东西不会遭到反噬，真的走火入魔了吧？坏我大事，我要杀了你们！我今日一定要杀了你们，陪我死！这老东西被咱们打断了闭关，从而遭到了严重的反噬这修为大损之下，怎么还这么猛啊？应该是这老家伙太强了，即便心境被破，但能发挥的战力依旧不容小觑。那现在怎么办？逃还是干呢？怕什么？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跟他拼了！老夫要杀了你！秘术开，斩！毒小畜生，如此小道也想伤老夫？走，不打了。好，反正这老东西心境大伤，恐怕此生都再没有突破的希望。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今日想杀他，单凭咱们两个恐怕是不可能。那就走吧。你们两个想跑，杀我儿，坏我幽冥宗威望，今日又破坏老夫闭关，老夫绝对不会放过你们。我今天一定要亲手撕碎你们！这老东西还真是够固执的啊！废话，咱们杀了幽冥宗的少主二长老，今天又在幽冥宗内大开杀戒，并且让这老东西闭关遭到反噬。此事如果传扬出去，幽冥宗必然威望大损。这老家伙一定对咱们恨之入骨了。不过看他的状态极其不稳定，想要杀咱们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了。总之别说那么多了，先离开这幽冥宗再说。我去，不会这么巧吧？糟了，你们
大长老，不要与他们废话，杀！将他们2个杀了！宗主，你的气息！宗主，莫非你闭关失败，遭到了反噬？不是，这2个杂碎在本宗主闭关进行到紧要关头之际，强行破坏了本宗主的心境，导致本宗主非但没有突破境界，反而修为受损，在原来的基础上生生跌落了2境。什么？这2个杂碎之前在咱们宗内大肆杀戮，造成无数死伤。若是让这2个杂碎今日安然离去，幽冥宗将会彻底在此界沦为一个笑柄。杀！今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他们2个碎尸万段。我靠，太可怕了！好兄弟，你先顶一下啊！只要你能顶住一时半刻，我就有脱身之法。什么意思？来不及解释了，只要片刻时间就好。你能不能顶住啊？我尽力。好，小畜生，竟然一人想独对我们2人，当真是狂妄至极！必须要动起来，绝对不能与这2个老妖怪正面对拼。小畜生，你难道只会躲吗？老夫听闻剑道武者向死而生，从来不会轻易退缩。你眼前这般可有一点渐修的样子，真是可笑啊！你们2条老狗多大岁数了，却以大欺小，合力对付我一个小辈人物，现在居然还想教育我。我只问一句，你们的脸呢？有本事便让你们幽冥宗的小辈跟我打，我若是出第2剑，就算我输。与他废话个什么？今日他触犯幽冥宗的威严，老夫定要将他亲手挫骨扬灰，才能消解我心头之恨。你以为这样拖延，今日就能逃过一劫？那就看你能够支撑多久。幽月斩，一剑轮回。不，小畜生，老夫承认，若是再给你数年时间成长，即便是我整个幽冥宗也无法奈何于你。但是现在你注定没有这个机会了。你放心，等老夫擒下你，一定将你全身的骨头一寸寸捏成粉碎，让你在无尽的折磨中死去。而这些就是你冒犯我幽冥宗的下场。哈哈哈，成了！林老弟，快来！本皇已经成功布置成了脱身之法。这是什么呀？传送阵。什么是传送阵？来不及解释了。不过放心，本皇这传送阵一定能用，你就瞧好吧。不可能，这不可能！消失了，那2个杂碎竟然能够凭空消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看样子这是一座小型传送阵，可是不借助阵法原石，竟然能够构建出一座传送阵，这怎么可能啊？不对，即便那玄兽有这等诡异手法，但没有阵法原石，此阵所能传送的距离也一定极为有限。吴兄，你刚刚在地面上画的那些鬼画符，竟然真的是一座能用于传送的阵法？废话，本皇什么身份呢？当年也是威震一方星域的大佬，要是没点安身立命的本事，怎么在武道界混呢？你说本皇屌不屌？是，这里就是阴域。当初那幽冥宗就是将本皇关押在了此地。你是说这里就是幽冥宗放置那些祖师的地方？那这样说来，咱们如今还在幽冥宗内？不错，我虽然能够布置传送阵，但传送的距离却极为有限，不可能让咱们2个真正抵达安全之地。不过你别担心，刚刚你拖住那2个老妖怪的时候，本皇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你小子记得不？本皇说过，从此地逃出来的时候，已经破坏了那些尸鬼的灵智。现在那些尸鬼根本不受幽冥宗的控制，且眼中只有疯狂的杀戮欲望。你说咱们现在若是将那些尸鬼全部放出来的话，会是一个什么场面呢？酷兄，我现在发觉，如果论阴险程度，你绝对是冠绝天下呀！这缺德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不过我喜欢。老夫所料果然不错，你虽然能刻画传送阵，但传送的距离却极短。只是老夫没有想到，你们竟然选择传送至这里。如果你们往其他地方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你们可知这是什么地方？此地名为阴域，是一处特殊的空间。
其空间壁垒的坚固程度，连道武境都别想轻易破开。如今你们逃到这里，无疑是自绝生路，被我们围堵之下，就算你们插翅也难逃。别跟他们废话，先进去再说。他竟然能进去！这阴域的空间壁垒无比坚固，连道武境都不可能破入。可是那玄兽竟视如无物，这倒是险些忘了，老夫之前就将这孽畜镇压在了阴域，他却能毫发无损地逃出来。这孽畜有诸般诡异，这空间结界挡不住他，倒是不奇怪呀。不过，只要咱们先将这个小畜生，这两个孽畜身上的秘密竟然如此之多，看来他们对结界都有着克制之法，或是身上有无视结界的法宝。但即便如此，今日他们两个也逃不掉。不错，这阴域空间只有一个入口，这两个孽畜就算能进入其中，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开启结界。是。看来这些棺材内封印的应该都是一些很可怕的存在。那是当然，想要炼制一具尸魁，那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啊。一些泛泛之辈，幽冥宗自然不可能耗费如此大的心血，因此这些棺材内每一具尸骸，那生前都是威震一方的强者。吴兄，你刚刚在地面上画的那些鬼画符，竟然真的是一座能用于传送的阵法？废话，本皇什么身份呢？当年也是威震一方星域的大佬，要是没点安身立命的本事，怎么在武道界混呢？你说本皇屌不屌？是，这里就是阴域。当初那幽冥宗就是将本皇关押在了此地。你是说这里就是幽冥宗放置那些祖师的地方？那这样说来，咱们如今还在幽冥宗内？不错，我虽然能够布置传送阵，但传送的距离却极为有限，不可能让咱们两个真正抵达安全之地。不过你别担心，刚刚你拖住那两个老妖怪的时候，本皇却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你小子记得不？本皇说过，从此地逃出来的时候，已经破坏了那些尸魁的灵智。现在那些尸魁根本不受幽冥宗的控制，且眼中只有疯狂的杀戮欲望。你说咱们现在若是将那些尸魁全部放出来的话，会是一个什么场面呢？酷兄，我现在发觉，如果论阴险程度，你绝对是冠绝天下呀！这缺德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不过我喜欢。老夫所料果然不错，你虽然能刻画传送阵，但传送的距离却极短。只是老夫没有想到，你们竟然选择传送至这里。如果你们往其他地方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你们可知这是什么地方？此地名为阴域，是一处特殊的空间，其空间壁垒的坚固程度，连道武境都别想轻易破开。如今你们逃到这里，无疑是自绝生路，被我们围堵之下，就算你们插翅也难逃。别跟他们废话，先进去再说。他竟然能进去！这阴域的空间壁垒无比坚固，连道武境都不可能破入。可是那玄兽竟视如无物，这倒是险些忘了，老夫之前就将这孽畜镇压在了阴域，他却能毫发无损地逃出来。这孽畜有诸般诡异，这空间结界挡不住他，倒是不奇怪呀。不过，只要咱们先将这个小畜生，这两个孽畜身上的秘密竟然如此之多，看来他们对结界都有着克制之法，或是身上有无视结界的法宝。但即便如此，今日他们两个也逃不掉。不错，这阴域空间只有一个入口，这两个孽畜就算能进入其中，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开启结界。是。看来这些棺材内封印的应该都是一些很可怕的存在。那是当然，想要炼制一具尸魁，那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啊。一些泛泛之辈，幽冥宗自然不可能耗费如此大的心血，因此这些棺材内每一具尸骸，那生前都是威震一方的强者，而这其中有许多应该是幽冥宗的祖宗。祖宗？这些尸骸生前越强，所在势力应该也越强。幽冥宗想要将其挖掘出来炼制成尸魁，那得得罪多少势力啊？本皇猜测，这些尸魁应该多半都是幽冥宗的祖先，就像幽冥宗主与大长老那等强者。
死后很可能就会被炼制成尸魁。这2具棺椁之中封印的应该就是尸王吧？看来幽冥宗那些家伙正在尝试开启结界，应该很快会冲进来。胡兄，咱们得尽快行动了。好。不过本皇要先刻画一道传送阵，那些尸魁早已被本皇破坏了灵石，一旦放出来，六亲不认，眼中也只有杀戮的欲望。咱们要是被围困在这里，那可就惨了。现在只要击碎那些棺材，就能破除那些尸魁的封印，将他们全部放出来，交给我了。这也太可怕了！跑！这也太可怕了！跑！不惜一切代价杀！这是不好，是祖师！祖师暴落了，快逃！这怎么回事啊？怎会如此？怎会如此啊！通明三界路，照彻北幽宫，无奉天尊令，射！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那2个孽畜对这些祖师动了什么手脚啊！这幽冥宗怕是要完了，走吧。去哪儿啊？还能去哪儿？哦，嘿嘿，明白了，这里应该就是幽冥宗的资源宝库了吧？将这些资源全部席卷之后，这一人一兽也没有过多停留，飞快地离开了此地。说：启禀副阁主，此次幽冥宗伤亡无比惨重，宗内精英最少折损80%之多，甚至连那幽冥宗的宗主也在此役中丧生。什么？你说幽冥宗宗主死了？是，根据属下探查，幽冥宗主在此役之前似乎冲击境界失败，境界大跌，因此在与一尊尸王交手中失利，最后被那尸王生生撕碎了肉身。此外，幽冥宗主死后，幽冥宗的大长老遭到2尊尸王围攻，虽然凭借强大的战力突出重围，但也失去了一臂一足，只能狼狈遁逃，现在不知所踪。幽冥宗完了，这幽冥宗彻底完了。那小子究竟是个什么妖怪？看来我当初还真是轻视了那个少年呢。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答应与他合作的，这样一来，幽冥宗覆灭的战果或许就成我凌云阁的了。副阁主，根据属下等人的搜查，幽冥宗内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财物，宝库也早已被搜刮一空，想来应该都是那少年所为，将他找出来。发了！仅仅这些灵石与玄药资源都足够让人为之疯狂了，更何况这幽冥宗宝库之内还有着诸多品质不凡的玄器、丹药、功法。胡兄，咱们2个这次的收获可真是太惊人了！给我破！这种进步虽然让人感到开心，但足足100万株灵药才让我突破了2层境界，这未免也……天女前辈所传授的修炼之法究竟是什么人创造出来的？天女前辈，你之前告诉我，丹田修炼是一种野蛮原始的修炼方法，而在上位世界，那些武者都是靠吞噬来修炼的，你是不是骗我的？为什么这么问呢？我现在不过玄武境界，突破就需要耗费如此多资源，如果上位世界的武者人人都是如此，那恐怕任何一处世界也难以支撑这等可怕的消耗吧。有道理，那我收回以前说的那些话。这还能收回呢？天女前辈，我感觉你这样很不尊重我。是啊，那你来打我呀。看来以后得想办法将这些灵石全部兑换成玄药，才能继续炼化了。记得易疾风前辈曾言，这门剑技足以比肩天阶战技，可若每次出手都只是对对方心境产生一丝影响，那未免也太鸡肋了。这门剑技的确不弱，只是你现在还没有达到能修习的条件，强行参悟所能发挥出的威力自然远远不如预期。我自身条件不足？准确而言，这门剑技不是体剑技，而是魂剑技，所以你一剑斩出，它不能丝毫增强你剑上的力量，但却能影响对方的心境。体剑技、魂剑技？体剑技能够作用于武者的肉身，而魂剑技则是与之恰恰相反，是能够影响对手灵魂的一种方式。而你得到的这门剑技就是魂剑技，若你能真正掌握精髓，一剑出，足以让对方肉身丝毫不损的情况下，将其灵魂湮灭，杀人于无形。天女前辈，你刚刚说我想要修炼这门剑技，自身条件不足，难道就是说我的灵魂还不够强大？没错，想要施展这门魂剑技，你自身的灵魂之力自然也是要达到条件的。明白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能够增强灵魂之力的方法。
爽啊！不兄，看来你的修为又恢复了一些呀。不错，只不过距离本皇恢复到巅峰时期依旧还差得远。若是本皇的修为能恢复1/1000，之前也不至于让一个小小的幽冥宗追杀得如此狼狈。本皇吹口气都能给他们灭了，都怪当初那个都怪当初本皇嘴贱，要不然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下场。胡兄，别说这些了，咱们先离开这里。好，不过咱们现在去哪儿啊？要不回思相院吧，本皇在那里还有大业没有完成呢。什么大业？林小兄弟，我们找了你很久了。凌云阁，阁下这是何意啊？没什么其他意思，只是记得在天灵城的时候，你想找我谈一笔生意，当时我错估了这笔生意的价值，现在找到你，想要再跟你谈谈。阁下真会说笑啊！当初我与凌云阁谈的时候，贵阁是什么态度？如今这笔生意我已经做完了，你我之间还有谈的必要吗？当初那个决定的确是我判断失误了，我没想到小兄弟你真的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将幽冥宗覆灭。这次找到小兄弟你，一是表达歉意，这二是你到底想说什么？看来小兄弟你很没有耐心呢，那我就不妨明言了吧，还请小兄弟将幽冥宗所获得的武道资源归还我凌云阁。我见到过不要脸的，但还没见到过这么不要脸的。这次幽冥宗覆灭，凌云阁可曾出动过一兵一卒？既如此，那幽冥宗内的资源与你们凌云阁有什么关系？你说归还？林小兄弟应该知道，幽冥宗与我凌云阁乃是世仇，数百年来厮杀不断，这幽冥宗欠下我凌云阁无数笔血债，因此幽冥宗虽然覆灭，但这笔债也是该偿还的。当然我知道这要求小兄弟你或许很难接受，但我可以承诺，只要你交出那些资源，凌云阁必有你一席之地。我可以将你破格引荐给阁主大人，到时相信小兄弟你的地位将仅次于3位副阁主之下呀。抱歉，我没兴趣，我们走。放肆！一剑轮回！不可能！住手！你进步好快呀！我能覆灭一个幽冥宗，就能覆灭第2个凌云阁。南宫岭，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以后一定会为你的愚蠢决定而付出代价的。不得不承认，我之前确实小瞧了你，不过听闻你能重创幽冥宗是借助了狮王的战力，可惜今日你却没有了这些倚仗，那就让本阁主看看你本身到底有多少能耐。这什么情况？王老先生，阁下是何方神圣？四相院内的一位教书先生而已。原来阁下是四相院的高人，可是在下似乎从未得罪过四相院，阁下为何知道他是何人吗？这小子是我四相院的弟子，你凌云阁对其出手，还说没有得罪四相院。你是四相院弟子，为何不早些言明啊？我不是一个靠关系的人。走！站住！你们凌云阁之前仗势欺人，以大欺小，现在一句轻飘飘的走，就想这么离开？阁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之前不知那少年是四相院之人，多有得罪，但也未曾伤他分毫，还请前辈看在我凌云阁的面子上。凌云阁的面子值几个钱呢？小子，此人之前算计你，想不想找回场子呀？好，那老夫就去跟凌云阁谈谈，这凌云阁该如此欺压于你，老夫定要帮你出这口恶气。那是凌云阁的副阁主南宫陵，竟然将凌云阁堂堂一位副阁主如此羞辱。快看，那少年好像就是当日被幽冥宗大长老追杀的那人。还真是他呀！我听闻幽冥宗的覆灭就是与这少年有关。什么？这不可能吧？幽冥宗的实力何等深厚啊！这少年看上去才多大岁数？幽冥宗的覆灭怎么可能与这少年有关呢？前几日幽冥宗发生那场大战，动静如此之大，附近有些武者被吸引之下遥观，就曾亲眼目睹。当日一位少年身影独闯幽冥宗，此后不仅全身而退，那幽冥宗却就此烟消云散。从这一结果可得知幽冥宗沦落到如今这个下场，一定是与这少年有关。这件事情早在此界传遍了。看来我又出名了。阁下何人？为何挟持我凌云阁的副阁主大人？
老夫与你们这些喽啰没什么好说的，让你们阁主出来。阁下是？原来是四相院的高人，不过我凌云阁似乎从未得罪过贵院吧？不知阁下今日此举是何用意呀？从未得罪，哼哼，你来说。南宫翎一脸忐忑地将来龙去脉讲述清楚。凌云阁堂堂一位副阁主，竟然以大欺小，做出想要扼杀我院弟子的事情。这件事情，凌云阁是不是该给我四相院一个说法？此事的确是老朽治下不严，微表歉意。这点小小意思，不成敬礼，还望贵院宽宏大量，莫要深究了。看来凌云阁主倒也是一个明事理之人，老夫这次来也不是要与贵阁撕破脸皮，既然现在话已经说开了，那误会也就解除了。小子，走吧。阁主大人，我听闻那少年曾经来找过你，曾与你商量覆灭幽冥宗之事，你没有答应。是。如果当初你答应了，那么幽冥宗覆灭之后，我凌云阁就能得到最大的好处，还能趁机拉拢到一位绝世天才的好感。这件事我可以理解为你魄力不足，可之后你又做了什么？你竟然想对那少年行扼杀之事，险些为我凌云阁招来四相院的报复，这证明你眼光也是极差。上天给了你2次机会，你却将2步棋全都走错，而且还错得如此离谱。阁主大人，我莫说了，从今日起免除你副阁主一职，面壁1年。王老先生，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然呢？我还以为王老先生过去要大展神威。老夫是读书人，讲究以德服人，过去是讲道理的。你看老夫从头到尾有打过人吗？王老先生，你是借着我的名义去去讲道理的。那凌云阁主给的那1亿灵石是不是？什么灵石？小小年纪，满眼铜臭，庸俗至极。须知这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看你小子就是读书少了，满身的匪气。回去之后，你要再敢在我课堂上睡觉，看老夫不严加惩治你。我们这是回四相院吗？前副院长要见你，这次派老夫来就是来寻你的。王老先生，弟子有一个问题，之前也有一位四相院的长老来寻我，告知我如果不回院，那四相院也绝不会插手我在外界的恩怨。可是这次为什么？前副院长上次派出一位长老，是为了要吓唬你，让你回到四相院能够老实一段时间。可谁知你小子如此固执，竟然宁愿与幽冥宗死拼，都不愿意回到四相院寻求庇护。那位长老独自回院复命之后，前副院长见到他没有将你带回来，更是因此大发雷霆啊！那副院长一定很生我的气吧？副院长可不是生你的气，而是生那位长老的气。这是为何？副院长原本是想吓唬你，但却没想让你死，而那位长老见你不回院，就真的独自离去，置你于生死绝地而不顾，因此副院长才会雷霆震怒。后来副院长便将我派出来，亲自寻找于你，说无论如何也要将你安然无恙的带回。总而言之，你小子虽然闯祸的本事大了一点，但在副院长心中应该还是很看重你的。我靠，虎兄呢？什么虎兄？莫非你说的是之前跟在你身边那头黑虎玄兽？之前咱们前往天灵城的时候，他似乎就不见了。不过什么时候潜走的，连老夫都没有察觉。怎么？莫非那只黑虎玄兽是你的战宠？王老先生，咱们四相院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离奇诡异的事情啊？离奇诡异的事情倒是的确有。院内前些日子先祖墓地似乎遭遇了什么神秘生物的入侵，副院长正在追查此事。不过你小子问这个做什么？没什么。小子，距离老夫给你批假才不过半月时间，你这惹事儿的能力可真不小啊！弟子没有惹事儿，都是事儿来惹我的，还敢狡辩！你这次虽然惹祸不小，但念在你自己能够将之解决，没有给四相院带来麻烦，老夫也就不惩罚你了。你去吧，朱雀神宫的公主大人正在等你。
啊，那弟子告退。副院长啊，这小子的性格不好好敲打一番吗？哼，你以为老夫不想好好教训他一番吗？不过可惜现在已经不是四象院弟子，已经不归院内管了。副院长此话何意呀？前几日朱雀神宫便已经向我要人。什么？副院长是说这小子如今已经是神宫弟子？可是按照规矩，想成为神宫弟子，不是只有在四象院大比中获得第一才会有这个可能吗？为何这次朱雀神宫四象院设立大比的目的是什么呀？如果往届的大比将目标设立成覆灭幽冥宗或者是凌云阁，王老先生以为结果会如何呀？四象院内又有几名弟子能够完成此目标啊？四象院成立至今一直的理念便是要求院内弟子循序渐进，厚积薄发，但老夫现在看出来了，这小子显然是个异类。如果按照四象院的方式培养，是对他的一种限制。我想朱雀公主应该也是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是不会再让他留在四象院了。当然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个地方可能要开启了。公主大人，听说您找我。林彻，从今以后你不再是四象院弟子，我已向四象院打过招呼，你现在正式进入朱雀神宫，成为一名神宫弟子，不知你可愿意？记得公主大人曾给在下设置过一个考验，只有通过了四象院大比，拿到第1名才有加入朱雀神宫的机会，为何？那个考验现在取消，本公主只问一句，你愿不愿意加入朱雀神宫？还有这种好事？弟子愿意成为朱雀神宫弟子。很好，瑶瑶，那处遗迹还要多久开启？根据天南院长传回的消息，最多还有半个月。为了那处遗迹，中土神州最顶尖的几大势力足足准备了半年时间。现在那遗迹有开启的希望，估计几大势力最出色的年轻一辈都将会参与其中，看能否博得一线机缘。瑶瑶，你是朱雀神宫的大师姐，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也该出发前往了。是，你这次去把他也带上。不过他年龄虽小，但惹事能力却非同一般。到了那等地方，你可要看好他。师尊放心，我身为师姐，一定会照顾好小师弟的。林师弟，我们出发吧。出发啊，出发。林师弟，你很棒哦。师姐，说什么呢？我是在夸你呢。四象院自建立至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1年内晋升为神宫弟子。可是现在师弟你却仅仅用了1个月时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师姐我很佩服你呢。师姐，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藏仙遗迹。藏仙遗迹？那是什么地方？那藏仙遗迹的来历有些复杂，等到了那里我再告诉你吧。不过你只需要了解，传言中那座遗迹内埋葬着无数宝藏，而为了开启那处遗迹，中土神州几大最顶尖的势力都已经足足准备了半年时间，届时他们应该都会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我这次去应该能见到中土神州内年轻一辈最顶尖的天才。可以这么说。楚师姐，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数次前往朱雀神宫，为何从来没有见到其他的师兄师姐啊？他们现在都在藏仙遗迹，你这次去了，应该就能见到他们了。朱雀神宫的弟子都去了吗？是啊，不过也没什么惊讶的，咱们朱雀神宫弟子极少，算上林师弟你，一共只有5人而已。5人？莫说咱们朱雀神宫，另外3大神宫的弟子数量其实也相差无几，几大神宫相加起来共有20余人左右。4大神宫招收的都是精英，想要成为神宫弟子的条件自然无比苛刻，因此这个人数已经不算少了。这里就是藏仙遗迹？不错，这里就是。楚师姐，我怎么感觉这里像是一座势力的宗旨啊？林师弟，你感觉得很不错，这里本就是一座强大势力的宗旨，只是后来那座势力覆灭了，因此才空留下这一处遗迹。强大宗门覆灭？楚师姐，你说的那座强大势力不会是羽化仙门吧？林师弟，你怎么知道？记得当初易疾风前辈曾言，羽化仙门当年曾是中土神州最强大的势力，没有之一。如今一见之下，果然如此啊！楚师姐，你可知当初这羽化仙门是因何覆灭的吗？羽化仙门覆灭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的，自然不可能知晓啊。师尊可能是知晓的，我也曾问过他老人家，但他却从来不说。总之，羽化仙门为何会销声匿迹，
至今似乎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当年的羽化仙门很强。有多强啊？你想，这羽化仙门已经覆灭了100年，可是这片遗迹中的守护阵法却一直存在，从来没有任何一座势力能够破解。而到了现在，那守护阵法经过100年时间的弱化，几大中土神州最顶尖的势力联手之下，才逐渐能够开启。仅从这一点就能证明，当年的羽化仙门强大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那是什么？他竟然还在这里。出师姐，此人是一个疯子。半年前，各大势力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曾在石林中发现这名老人。对此，各大势力都感觉奇怪，但却无一人知晓这老人的来历。后来，有人曾与这老人交涉，结果发现他早已神志不清，一直守在此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林师弟，这古城是当年羽化仙门疆域内的一座城池资源，但羽化仙门覆灭后，已经没有人居住了。这种古城还有很多，现在已经被各大势力占据，而这里就是咱们四象神宫在此地暂时的据点。大师姐，大师姐，好久不见你了，人家都快想死你了。大师姐，我们接到你的传讯后，一直在此地等你。半年时间不见了，师姐也很想你们。大师姐，这少年是？这位是林彻师弟，刚刚成为神宫弟子不久，今后就是咱们朱雀神宫中的一员了。这2位分别叫做齐浩、夏慧，以后就是你的2师兄和3师姐。至于这个小丫头，叫做木灵儿，是你的4师姐。大师姐，师尊之前将你召回，让你去北荒域寻一个人，就是他吗？小师弟，这样说来，我木灵儿以后再也不是朱雀神宫内辈分最低的师妹了，以后我也可以有师弟欺负啦。灵儿师妹，你别看林彻师弟年龄小，却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剑修，而且在4象院的时候，他更是一位出了名的人才，因此你可不要小瞧他哦。小师弟，切磋一下，你若赢了，以后4师姐的称谓让给你。我不跟你打。这战鼓是迎战的声音，有人在挑战咱们四象神宫。出师姐，这战鼓之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林师弟，你应该知道的，这片藏仙遗迹内的宝藏如此重要，中土神州任何一大势力都不会轻易错过，而各大势力为了开启这片遗迹，都齐聚在此。势力一多，各种矛盾冲突也就相应而至。中土神州内的势力都是以武力本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自然就是战。半年前，各大势力初到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我以为半年时间过去，这里早已经逐渐安定，但没想到这里却依旧没有平静下来。都这么长时间了，还在打吗？大师姐，你虽然离开了半年之久，但这半年里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发生冲突。去看看。青龙神宫的弟子。小师弟，你猜得不错，他们都是青龙神宫弟子。那为何不见白虎玄武神宫之人呢？他们在另一处地域，藏仙遗迹极为广袤，若是之后开启的话，分散行动也能更有效地进行探索。明白了。姑娘，你终于回来了。滚！半年不见，你嘴巴还是这么贱。我这不是想你了吗？这座古城是咱们青龙朱雀2大神宫共同的据点，你这一大战力走了之后啊，只剩老子苦苦支撑。那刀魔宗与阴风鬼宗知道这里空虚，他妈的每天都来挑衅，老子都快要撑不住了。嘿嘿，不过还好，你来了之后我就放心了。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若再胡言乱语，我倒是不介意先与你分个高下。别，咱们4大神宫虽然内部也经常摩擦，但毕竟师出同门呐，对外的时候还是要同心协力，哪能自相残杀呢？这次来的是哪座势力？道魔宗，领队的好像是遁天道那小子。道魔宗弟子古平威前来领教。好小子，叫板！白风，你他娘的给老子上！是，师兄。给我拜！好嚣张！师姐，我去会会他。小心些。你们4象神宫没人了吗？轻视我。力量不错，你这一柄战锤的重量怕就有1万斤，看来我真是小瞧你了。少废话，来战！真是一个怪力少女啊！师姐，刀魔宗这些人过来挑衅的目的是什么呀？没有什么目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为了各自势力的荣誉吧。对方来挑衅，我们自然不能认怂，对方也是一样的。我们之前打过对方一次，他们就要打回来，这种事情在这里已经司空见惯。况且战斗需要礼物吗？这里你可以看作是一个试炼场，以前各大势力的小辈基本都是闭门造车，而来到这里之后，彼此间却要激烈的碰撞。如果一名武者能够在此先磨练一段时间，那么走出去之后，绝对堪称脱胎换骨。穆师妹可能要不敌了。
你们朱雀宫那个小丫头年龄上吃亏一些，不过也不奇怪，刀魔宗那个古平薇可不是一般角色呀，在藏仙榜中排名第36。藏仙榜？楚妞，你走了之后，各大势力中的小辈每天都在打，那起初自然是谁也不服谁，但后来交手多了，对于彼此的实力都有了一个大概了解，最终打着打着就打出了一个排行榜。中土神州能够有资格染指藏仙一技的，那都是最顶尖的势力，而这些势力所派出的弟子则是各势力中最出众的天才。这些人聚在一起打出了一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的权威自然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用来代表整个中土神州年轻一代的排名。能够入榜之人，其实力当然不容小觑。黑暗神教那些人也在榜上吗？自然是不在的。黑暗神教那些家伙几乎从不出手，而且各大势力也不会自不量力的去挑战他们。若不然，这藏仙榜前3的排名恐怕都要被这一势力包了。尤其是黑暗神教的那个妖女，那可是一个变态般的存在。臭丫头，你可真是够顽强的。不过到了现在，你应该已经是极限了吧？那我就看看你还能支撑多久。霸刀诀，灵儿，回来！再来啊！他竟然还要战，他是想通过战斗突破自身极限。看来接下来绝不能再对他有丝毫轻视了。哎，我来，交给我。这人谁啊？这是我们朱雀宫的小师弟林彻，刚刚才赶来此地。小师弟刚来？这小子可真是个愣头青啊！你歇歇，换我来。这个人很厉害。放心，我其实也很厉害。在下林彻，领教阁下的高招，请。刚刚来了个黄毛丫头，现在又来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看来你们4项神功真的是没人了。我来此地是为了寻求在战斗中突破自我极限，不是陪小孩子玩的。老子好歹是藏仙榜排名第36位，麻烦派出个真正能够与我匹敌之人。你们现在的行为不仅是在自取其辱，而且说实话，老子就算赢了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你去把他踢下来。不必。啥意思啊？我小师弟能赢，一看这就是了。被轻视了。剑主，这样倒是还有点意思啊。小子，那我就给你一个败在我手中的机会。哦，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竟然被一剑秒了。这少年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大师姐，这位林师弟可真是让人意外呢。怪不得他之前不想与我一战，原来是我太弱了吗？再来。可真是一个嚣张的家伙。他这个年纪能有这个实力，的确有着一些嚣张的资本。那我就让他明白一下什么叫做天高地厚。段师兄，这是何意？你在仙榜中排名第10，对这少年出手却没有这个必要。我明白，这少年不值得我出手，不过我只是想顺便解决他而已。你们2人上次一战没有结果，我知道你一直想与他分出一个胜负，但也不用急于一时嘛。满龙，你去吧，先将这少年解决掉。是，师兄。你若现在认输还来得及，不然我这一刀可能会砸碎你的。来，试试。嘿嘿，好。好恐怖的力量！林师弟小心，此人在藏仙榜中排名第15位，乃是天生神力。黄刀斩！机会，这都挡得住，小子，你成功激怒了我！霸王斩！看来绝不能与此人正面硬刚啊！你怪物！这蛮龙在藏仙榜中排名第15位，居然会被林师弟压制。由此看来，这位林师弟可真是一个怪物啊！很聪明的打法。这蛮龙最强大的依仗就是力量优势，而林师弟选择快速而不间断的进攻，便是让这蛮龙只能陷入招架之中，他便没有了出手的机会。就算是力量再强，也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施展空间。好啊，小子，有本事便跟我正面对轰！小子，不会输给你的，来呀！你退下。你不是他的对手，回去吧。能打赢我这位师弟，你已经很强了。说实话，你真的有些超出我的意料。你在藏仙榜排名多少？第10。你不是我的对手，回去吧，让你们朱雀宫的旗号下来。我想试试。成全你。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必须得想办法破解对方速度上的优势啊！眼睛竟然能够以这种方法洞悉我的速度，不得不承认你的战斗智商真的很高啊。不过可惜，就算我没有了速度优势，你在我眼里还是太弱了。飞刀，你真的太弱了。之前我已经数次手下留情，你若是再战下去，那我可就……秘术开，可真是不要命啊！玉。不可能！你这一剑的力量，为何突然之间暴涨了如此之多？这少年竟然能够一剑逼退藏仙榜排名第10的天骄。这少年境界实力或许远远不及阿罗，但他在实战中的应变能力却是我见过同代之中最强的，真是一个怪物。若你能接下我这一击，我认输。等等，做什么？痛快！阁下实力高强，今日能够与阁下一战，实在是痛快。不过我想起了今天好像有些事情，恐怕难与阁下分出胜负，那就改日再战吧。此人好生无耻！楚师姐，这女的好猛啊，我可能打不过她。你之前不是想打过她吧？7号还不下来吗？好了，今日到此为止，回吧。上次一战我们未分胜负，这次来我是特地来跟他分出一个胜负的。最多还有几日，藏仙遗迹就将开启，届时各大势力都会涌入其中。在这个关键时期，没必要与对方拼个两败俱伤，要保存实力。况且进入藏仙遗迹之后，总会有这个机会的。走，我还以为刀魔宗这次来会跟咱们好好拼一下子，老子还想跟段天道那小子过2招呢，没想到他们居然就这么走了。刀魔宗应该是想保存实力，毕竟进入藏仙遗迹的可不只是咱们4象神宫和刀魔宗2大势力而已。可知藏仙遗迹什么时候开启吗？根据天南院长的推测，最多还有7日。遗迹一旦开启，必是一场血战，这段时间还是好好养精蓄锐吧。天南院长以为此子如何呀？呵呵，很不错，以那少年的天资，绝不弱于4大神宫那几位首席弟子，甚至更强。我预感假以时日，他将成为4象神宫最强的一位天才。是啊，此子的天赋当真厉害，可那惹祸的能力却也不容小觑啊。若是能好好磨砺一番就好了。呵呵呵，天才有哪个不惹祸的啊？虽然是这个道理，但这小子绝对是4象院建立至今最能惹祸的一个呀。为此前副院长都已经头疼不已，感到无计可施，所以天南院长怕是低估他了。或许吧，既然是一位天才，4象院这个舞台对他自然是小了一些。不过在这里他想惹祸怕是不太容易了，毕竟眼下这藏仙遗迹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好了，不说这些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藏仙遗迹，这几日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天南院长放心好了，咱们4象神宫为了这件事已经准备了半年之久，绝对不会出大的差池的。话虽如此，但当初的羽化仙门如此强大，就算覆灭之后，谁也不知那遗迹内是否还留有后手啊。况且如今各大势力都在觊觎那座遗迹，一旦那遗迹开启，局面会发展到何等地步，恐怕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啊。不瞒你说，本院长不知为何最近一直感到心神不宁，所以就算做好准备，也还是要小心一些。明白。如果有玄药就好了，看来以后得储存一些玄药，以备不时之需啊。伤得很重吗？我皮糙肉厚，这点小伤不碍事。逞强，这戒指内有50万玄药，拿去吧，不用去取，这也不是我给你的，而是本来就属于你的。什么意思啊？你成为神宫弟子之后，宗门内自然会奖励你一部分资源，而另一部分则是发放的补给。补给？身为神宫弟子，每个月都能领取修炼资源，不过在这里自然是领取不到的，因此每个月咱们便会派出几人回到4象神宫领取这些资源后，再统一发放给驻守在这里的神宫弟子。这就是背靠大势力的好处吗？楚师姐，其他势力也是如此吗？每月派弟子回去领取资源，
然后再发放给这里的驻守弟子？是啊。那能抢吗？既然这些势力每月都要发放补给，那咱们可以半路伏击，将这些资源抢过来啊！林师弟，若是这样做的话，那咱们怕是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况且，咱们四象神宫作为中土神州几大超然势力之一，弟子行走在外，也要注意维护师门声誉。若是这样做的话，会有损四象神宫威名的。哦，知道了。林师弟，这次师尊出来的时候，特意叮嘱要好好看着你，你可千万别让师姐为难哦。师姐，感觉你们对我偏见很深呢。我是那种人吗？不是偏见哈，只是提醒而已。好了，那我不打扰你了，你赶紧疗伤吧。算了，不想了，还是疗伤要紧。原来混沌器剑被压缩成飞剑之后，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可怕的速度。如果再与那银发女子对上，我不用再躲避她的飞刀，而是可以尝试用飞剑拼掉她的飞刀。不能因为一点进步就膨胀，还是要正视差距。哈哈，小兄弟，要点什么呀？我这里只要是铁制物品，什么都有，而且质量保证，绝对耐用。这把锄头是我店里卖的最好的，你要不要？我要锄头干什么呀？你们探索遗迹不是要挖宝吗？这玩意儿贼好用啊！你店里的东西我都用不着，能打造其他东西吗？能，只要是铁物件都能打造。小兄弟，你要什么呀？我要打造几个架子，架子上放个木板，再写几个字。好嘞，包在我身上。我靠，这小子什么意思呀？喂，小子，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我在此设下一方擂台，自然是为了挑战而来。藏仙榜50名之外，贵派任何一名弟子出手，我全都接。狂妄！哼，虽然不知道是谁借给你的胆子，不过敢来我灵山派地盘撒野，今日老子就好好教训教训你。等等，你在藏仙榜排名多少啊？我自然没有资格进入藏仙榜，不过我在灵山派年轻一辈排名第10，虽然不在藏仙榜，但虐你应该绰绰有余。也好，10万玄药，10万玄药，什么意思啊？10万玄药是赌注，明白？那若是你输了呢？若我输，赔你20万玄药。很好，这可是你说的。若是你输了拿不出，我会让你在这座古城前跪3天3夜。你不可能！10万玄药拿来。果然还是这样来钱快。下一个，我今日来此只求一败。如果今日不好好教训他一番，咱们灵山派还有何颜面在此地立足啊？是燕南师兄，没想到燕南师兄也在这里。这一次恐怕这小子是嚣张到头了。以你的年龄而论，我若对你出手，未免有些以大欺小的嫌疑。可是你行事如此猖狂，我若容忍你，恐怕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你在藏仙榜排名多少？第76位，20万玄药，20万玄印。你之前你比上一个厉害，你得加钱。好，不管是10万玄药还是20万玄药，我都掏得出来。不过那也得看看你是否有这个本事拿。看来真是小瞧你了，那就试试我这一枪，你是否能抵挡下来。什么？这少年竟然能够击败燕南师兄？我没有看错吧？燕南师兄可是能够进入藏仙榜的天骄，其实力在整个中土神州都名列前茅，竟然会败给眼前这少年。而且这少年战胜燕南师兄与之前如出一辙，同样只出了1剑而已啊。20万玄药。多谢。看来之前是我固步自封了，我本以为进入藏仙榜便足以自傲，没想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20万玄药就当是我买一个教训吧。不过下次再见，希望我能亲自洗刷这份耻辱，随时奉陪。领教了。还有人要出手吗？凡是藏仙榜50名之外，皆可与我一战。场内一片沉默。齐长老，这小子如此猖狂，莫非就这样让他离开？不然呢？莫非你的意思是让老一辈出手教训他一番？藏仙遗迹这半年聚集了众多势力，这么长时间以来，小辈间的争锋就没有一日停过。可是迄今为止，却从来没有一座势力的长辈插手其中。若是出动老辈武者教训那少年，我灵山派
可丢不起这个人。可是今日之事若是传扬出去，我派将弟子带到此地，不正是为此吗？让他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天才，也省得他们偏安一隅，骄傲自满，也没什么不好的。让他去探查一番这少年的来历。七长老，那少年去了紫云宗。紫云宗的？不是，那少年将旗子插在了紫云宗的地盘上，现在正在跟紫云宗弟子较阵呢。你他妈是来找事的吧？我今日来此只为求一拜，敢来咱们紫云宗的地盘上捣乱，今日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小子，是谁借给你的胆子？你将这样一杆大旗插在我们紫云宗的地盘上，是想找死吗？将之前在灵山派那套说辞又说了一遍。半个时辰之后，林彻又收获了30万玄药，志得意满的从此地离开。这么干多久了？5日之前就开始了。目的是什么？好像是为了玄药。这5天时间，这小子累积赢了300万玄药左右。这还不算什么，这小子之前似乎还想过一个主意。什么主意？他之前想劫掠各大势力补给来着，不过被劝下来了。这看来老夫之前的确是低估他了。院长大人，你看是否要让他收敛一些？为何？他这样挑战下去，固然能得到很多资源，可是也必将吸引很多势力的仇恨。一计一旦开启，可能会因此陷入不利局面。不必，只要这小子不招惹到黑暗神教的头上，至于其他势力，我四相公也没这般畏惧的必要。明白了。道武，终于晋升道武境界了。如今的我，若是再对上那位银发女子，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战胜她。林师弟，速来遗迹处。莫非是藏仙遗迹要开启了？这藏仙遗迹的吸引力太大了点吧？师姐，这藏仙遗迹是要开启了吗？不错，藏仙遗迹内的守护结界已经消散到一个极为微弱的程度，今日应该就能进入其中，因此各大势力才会全部聚集在此。这些势力武者都很强，一旦遗迹开启，全部势力涌入其中，应该会爆发一场血战吧？这是必然的，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咱们四象神宫势力可不弱，在中土神州中足以排入前4，真正要忌惮的也无非另外那3大势力。那2大势力就是刀魔宗与阴风鬼宗。这次刀魔宗出动了一位宗师级人物，至于阴风鬼宗，则是由宗内一位鬼祖坐镇，全都是有备而来，想必都对这座藏仙遗迹志在必得。那黑暗神教呢？他们好像还没有来。做好了准备。院长放心。林师弟，这位是四香院的郑院长大人，天南院长。弟子林彻见过院长大人。你虽然从未见过我，但老夫在此地可是常常听闻你的名字呀。行了，就不必多礼了。多谢院长大人。林师弟，院长让你免礼呢。院长大人，第一次见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这戒指内有10万玄药，还望院长大人笑纳。你这小辈倒是懂得礼数。既如此，我身为长辈，自然是不能小气。戒指内有30万玄药，你收下吧，一点心意，别客气。多谢院长大人。遗迹，一位刀道宗师，一位鬼祖。刀魔宗与阴风鬼宗还真是舍得下本啊，竟然派出你们2大人物来争夺此处遗迹。四象神宫不也是如此吗？早闻天南院长公参造化，说实话早就很想领教一下了。想与我一战，不必气。遗迹开启之后，自然会有这个机会的。确实，四象神宫派出天南院长前来，我倒是猜到了。可是阴风鬼宗竟然派来一位老祖宗，这可真是出人意料啊！都这样一把年纪了，不好好在宗门颐养天年，竟然还要在外争勇斗狠，可真是老朽当年纵横于世的时候，你这个小辈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如今见了老朽这位前辈，不知尊敬就也罢了，竟然还敢出言不逊。武道世界以武为尊，尊敬也得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如今你的战力未必就在我之上吧，想用辈分来压我，倚老卖老可是不太好吧？刚刚那动静应该是从遗迹内传出的，
由此看来，这座守护大阵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为何到了现在还不见黑暗神教的势力啊？谁知道呢？黑暗神教行事向来诡秘莫测，谁能猜得透？不管了，照这样看来，此界开启最少还要数个时辰。两位，既然大家都是为了遗迹宝藏而来的，不妨先合作一把，强行破阵吧。破开了，走！真的开启了。曾经的羽化仙门强大至极，如果能在这处遗迹内得到一点造化，相比就能胜过10年苦修。这个机遇如今就在眼前，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冲啊！楚夭夭，随我来，去协助天南院长大人。楚师姐不与咱们一起探索遗迹吗？楚师姐作为朱雀宫大师姐，自然要协助天南院长探索遗迹深处。遗迹一旦开启，最深处的主殿应该是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而对于咱们而言，战力与他们相差甚远，若是参与其中，恐怕与炮灰无异啊。意思是说，咱们不会进入遗迹深处，最深处太危险了，不是我们能够参与的。因为我们这次进入遗迹后，只会在外围进行探索。走吧，这遗迹已经开启，诸多势力进入其中，若是咱们去的晚了，只怕所有造化都要被人捷足先登了。这里也太壮观了！羽化仙门当年被誉为中土神州第一势力，仅从这处宗旨的规模而言，就绝非一般势力能所企及。就算咱们4象神宫，也远远不及。不必管他们，这里应该是遗迹最外界，咱们再去里面看看。好。这里是我们先发现的。朋友，我们来自4象神宫，不知可否给个面子？说的什么话？今天谁也别拦着我，4象神宫的面子我给定了。走，4象神宫的威望真好用啊！走，咱们进去看看。石门，莫非这道门之后才是储藏宝物之地？管他呢，咱们破开石门进去看看就知道了。这石门好坚固啊，什么材料铸造的？小师妹，你也太莽撞了！这道石门上有防御阵法覆盖在上面，强行破开当然是行不通的。我来吧。夏师姐她是一位阵法师，夏师妹在阵法一道天资非凡，如今这个年龄便已经达到阵主之境。开启了，魔气，魔气。这地宫深处为何会有如此浓郁的魔气？难道这里面根本没有埋藏什么宝藏，而是关押着什么魔物？不管是什么，进去看看才能知道。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呢。这是什么？看上去不像是人族，异族。卑微的人族蝼蚁，该死！师兄小心！怎么会？不可能！你这是什么剑术？离师弟，你竟然能一剑斩退他！七师兄不必惊讶，我这剑术专克灵魂。卑微的人族蝼蚁，你很嚣张吗？来，再试试接我一剑。怎么怂了？怎么会有这么多异灵存在？我对付其中3个，剩下2个交给你们。离师弟，这些异灵很厉害，若是你一人面对3个，恐怕……放心，我的剑术能克制他们。好。莫要与他正面对抗，切记不要拼他的剑。佯攻！愚蠢的人族小辈，看来你还是太嫩了。怎么可能？浪费，真是浪费啊！小子，你怎么把那道异灵给灭了？天女前辈为何这样问呢？这些异灵都是魂力所化，如果吞噬，对你灵魂之力的提升大有裨益。你居然就这样浪费掉了。天女前辈的意思是，我能吞噬这些灵魂？那是当然，本天女传授你的吞噬之法，可不单单是吞噬灵物，同样也能吞噬一些灵魂体的。这小子的眼神怎么……秘术开，一切轮回。天女前辈，你所传授的功法竟然真的能吞噬魂力？那是当然，本天女传授你的功法能弱吗？要不怎么能叫超级宇宙无敌逆天神功呢？这什么功法名字呀？还能再拗口一些吗？
林师弟，你斩杀这些异灵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谢师兄，我之前就说过，我的剑术正好克制这些异灵而已。这座地宫深处为何会出现这些异灵呢？这些异灵看上去并非人族，可是羽化仙门为何将他们关押在此？这可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动静是从地宫深处传来的，难道在那地宫里面不止咱们刚刚见到的那5道异灵，还有？谢师兄，想要解开这些疑惑，咱们在这里猜测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那就让我进去看一看吧。林师弟，你一个人吗？林师弟，刚刚咱们见到的异灵都极为强大，而这种异灵地宫深处可能还有很多，你自己一个人进去，若是遭遇围攻……夏师姐放心好了，那些异灵对我根本形不成威胁，况且如果我真的遭遇危险，你们留守在外界也能对我形成接应，不至于让咱们全都身陷险境。林师弟说的也有道理，这地宫内的异灵林师弟能够克制，如果咱们与他一起进入其中的话，很可能帮不上什么忙，甚至可能会形成拖累。既如此，那林师弟你多多小心，放心。这位刚刚加入咱们出血宫的小师弟很不简单呢。确实啊，刀魔宗那名叫做阿罗的女子在藏仙榜排名第10，上次林师弟与她一战几乎被逼至极限，可是这次再见到林师弟，我隐隐感觉他进步了很多，甚至连我都已经看不清楚他真正的实力。这才短短几日时间，这种进步速度当真妖孽。7号师兄，你可是在藏仙榜排名第9位啊，连你也无法看穿。藏仙榜第9，原本我以为这个排名已经足以自傲，但现在看到林师弟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才妖孽。或许要不了多久，他就将超越我在藏仙榜上的排名了。不过也不奇怪，这位林师弟可是印证了天命之子的传言，其天赋自然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提并论的。七师兄，你是说半年前天机老人创造的圣武遗迹曾于北荒现世，林师弟登上了圣山之巅，成为万年以来唯一一个通过考验之人，印证了天命之子的传言。难道当初师尊将楚师姐召回，让其前往荒域，就是为了此事？不错，正是为此。那为何林师弟是天命之子的事情在中土神州没有引起太大轰动呢？2个原因，一个是中土神州将4大荒域视为蛮夷之地，对4大荒域的关注度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天机老人所处的时代距今太过遥远了，他所创造的圣武遗迹时至今日影响力早已不复当初。这倒也是，天机老人预言万年后天武大陆将遭遇一场浩劫，届时天命之子将力挽天清，这怎么听都太过玄乎。现在就是万年后，可天武大陆却没有任何大乱将起的征兆，证明这位天机老人的推演之术也未必就是准的。仙风鬼宗，杨凌，呵呵，美女还是2位，我喜欢，呵呵呵，竟然还是个人妻，太好了，我喜欢。好多异灵啊，人族武者，看样子似乎还是一位天才，神魂与肉身必然大补啊！好哎，这么多异灵，太好了！人族蝼蚁，你竟然敢闯入这里！你这一剑竟然能直接斩碎灵魂，厉害吧？可恶，杀了他！来得好！吞掉，统统吞掉！现在的我施展一剑轮回这门剑技，威力应该会完全不一样吧？林彻将身前那柄长剑收起，然后身影继续向地宫深处而去。这是天魔族。天魔族，天魔族乃上古诸族之一，就像你之前见到的那头黑虎，便来自上古吞天族。而这天魔族的渊源不弱于吞天一族，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生灵种族。不过凡是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种族，其底蕴都无比深厚，是能够统治一方世界的存在。而你刚刚见到的那些异灵，应该就是这位天魔族武者死后的一缕残魂所化。统治一方世界？不错，而且我说的统治世界可不是天武大陆这等下位世界，而是指的远超天武大陆的上位世界。什么？天魔族强大，可不代表其中的族人都很强大。这个家伙或许是天魔族内较弱的一位，不过即便这家伙在上位世界很弱，但在天武大陆应该也是一位恐怖强者了。能够将之斩杀，
所以证明羽化仙门曾经在天武大陆的统治里，称之为天武大陆第一势力，似乎也并不为过。难道羽化仙门的陨落就是与此有关？这一外域的强大势力？这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为何天魔族的族人会出现在天武大陆这片下位世界？要知道，对于上位世界的武者而言，下位世界如同蛮夷之地，这里如果没有吸引到他们的地方，对于那些人而言，是绝对不会踏足此地的。天女前辈是说，天武大陆之中有吸引天魔族的东西？或许是资源，或许是宝物，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但天魔族的人出现在这里，总归是有些蹊跷的。记得天机前辈曾经预言过，天武大陆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一场浩劫。这具尸体毕竟来自天魔族这一强大种族，林彻觉得自己以后可能会用上，因此直接将其收起。而就在这时，林彻突然感应到来自外界传来的一阵波动。难道齐师兄他们遇到了麻烦？7号，虽然你的实力不俗，在藏仙榜排名第9，但也要看跟谁比。遇到我杨凌，今日你只能自认倒霉了。杨凌，你到底想做什么？那里面有什么呀？刚来我们也未曾知晓。如果你是为了地宫深处的造化对我们出手，那你是在白费功夫。原来你们还没有得到里面的东西呀。很好，现在这座地宫归我们阴风鬼宗了。你们先离开这里。浩哥，我们林师弟还在地宫深处，我留下与他们周旋一番，你们2人先离开。杨凌，你这是何意？我何时说过要让他们离开了？这座地宫内的造化我要了，这2个美女我也要了，我全都要。你说什么？杨凌，我等可都是朱雀宫弟子，你莫要太过分了。放心，老子玩完之后又不留活口。这处遗迹现在这么乱，没有人会知道是老子做的。你找死！老子还没见过猎物自己送上门的。出师妹小心！小美女，其实对比你这种性格泼辣的小辣椒，老子更喜欢人妻。不过你既然这么性急，那我就先成全你吧，就当是开胃菜了啊！林师弟，什么情况？林师弟，这些人来自阴风鬼宗，其中为首那位叫做杨凌，在藏仙榜排名第7。杨哥，这小子看你的眼神，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你小心呐，杨哥！放屁！老子打了一辈子鹰，岂能被鹰给啄了眼睛？林师弟，这人很强，咱们联手或许能拖住他一二，让夏师妹与穆师妹先走，你觉得如何呀？不必，这些人交给我1人就好。小子，你可真是能吹呀，也不看看眼前的形势，就凭你也敢口出狂言？在我面前杀人，你有这个本事吗？你我要杀人，你挡得住吗？你做了什么？没什么，只是送他的灵魂去轮回了。真是小瞧你了。不过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这是在找死啊？以你如今的年龄，竟然踏入了道武境界，不可能！原本我以为除了藏仙榜上那几位，中土神州年轻一辈，真正能让我忌惮的已经寥寥无几，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等天才。你这天赋如果给你时间成长，相信你超越我在藏仙榜上的排名只是早晚的事情。不过万幸，今日让我提前遇到了你，那么只要我将你扼杀，你就永远也不可能超越我了。这都是命数啊，只能说遇到我算你倒霉了。想法不错，那你来试试。找死！小子，刚刚对付7号我都没有动用这柄道器，现在你能死在这柄战斧之下，足以自傲了。比拼装备吗？啊，上品道剑！哼，上品道剑又如何？以你道武1阶的修为，又能发挥出几成威力？那就看看你是否能挡得住我手中的修罗战斧。哇，不可能！哼，藏仙榜排名第7，你也不过如此。小畜生，你好阴险！可惜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挡不住我的剑，怎么还要硬接呢？这怎么可能啊！杨凌在藏仙榜排名第7，竟然被林师弟斩杀，死了！
他竟然击杀了杨凌师兄！快逃啊！现在想逃，不觉得太晚了吗？你们没事吧？小师弟，你现在的境界……前几日运气好，侥幸突破了境界，现在到51重。谢师兄，那地宫深处我进去看了，并没有什么造化或者是宝物，只是一处控制的地牢，曾经或许关押了一些魔物，因此才会有那些魔气溢散出来。原来这地宫只是一座控制之地，看来咱们最初想探索此地，那是白费功夫了。既如此，咱们还是离开此地，去其他地带看看吧。谢师兄，你们去吧，我决定前往遗迹深处看看，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助楚师姐一臂之力。林师弟，那遗迹深处局势必然极为动荡，林师弟，你说的也有道理，以你现在的战力，前往遗迹深处，或许真的能够帮助到院长与楚师姐等人。既如此，那我就先行一步了。林师弟，万事小心。会的。看来我们之前还是低估这位林师弟了。照此看来，林师弟的天资应该超越了藏仙榜任何一位天才，甚至是不在黑暗神教那位妖女之下呀。林师弟的天赋不在他之下。刀魔宗很巧啊，旗号在哪儿？不知。小子，你放肆！看来上次我给你的教训你已经忘了。也好，那我就让你再回忆回忆当初你在我面前的狼狈。这时他的眉心处已经被一柄飞剑抵住，只是微微摇了摇头，然后便转身而去。不可能！上次的时候他还不会飞剑，可是这次难道是因为……很可能就是上次与他一战之后学的。林师弟，你不是与齐师弟他们在外界探索，怎么……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小子，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副院长放心，弟子有自保之力。罢了，一会儿你千万莫要出手，只在一旁看着就好。哦，好。咱们就这样一直对峙下去，依我看，咱们三大势力真要拼起来，最终的结果也是3败俱伤，倒不如一起合作。如何合作？羽化仙门当年的体量之大，我想咱们三大势力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吞下。既如此，何不合力开启主殿，然后所有3方平分呢？老夫不同意。如今这位鬼祖的年纪，半只脚都已经迈入棺材，最多只剩下1-2年时间的阳寿了。可若是3方和谈，出动他这样一位鬼祖，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呵呵，合作不是不可以，但主殿之内的造化，我阴风鬼宗需要占据6成。天南兄觉得呢？我只知道谈判的基本法则，就是谁野心最大，就先合力做掉谁。天南兄果然明事理，在下也正有此意。原来你们2个是在阴老夫？不是阴，你年纪比我们都大，阴风鬼宗派出你来争夺一技造化，本就是不讲武德，那说不得我们2位也要不讲武德了。你们以为联手老夫就会惧怕？可笑！老夫当年纵横于世的时候，你们不过是小辈而已。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老夫的本事。没想到这老家伙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竟然还能发挥出这等战力。看来这阴风鬼宗此次的确比咱们2大势力准备更为充分。今日若咱们不联手，恐怕很难争得过阴风鬼宗。不错，联手。无论如何，先解决掉这老家伙再说。天南院长之前可能低估这位鬼祖的实力了。低估？不错，天南院长曾猜测，这位鬼祖虽然实力强大，但如今大限将至，所发挥的战力应该不足巅峰时期的1半。天南院长猜测，以他如今的实力，应该是能够与之匹敌的。而是现在看来，即便是院长与刀魔宗的那位刀宗联手，似乎也难以占据任何上风啊。照此看来，阴风鬼宗的这位鬼祖巅峰时期应该是不弱于咱们神宫几位公主的存在。天南兄，莫要再有任何保留了，无量魔刀诀。什么？我来，汉月。
这是阴风鬼宗的绝技无量乾坤，想不到你们两个小辈倒还有些眼力。不错，这正是我阴风鬼宗的无上绝学无量乾坤。凭借此法，老夫立于不败之地。若是你们刀魔宗一位老祖，或是四象神宫某位公主前来，或许还能让老夫忌惮一二。可是凭你们，要如何与老夫一战？院长，我来助你。不讲武德，你阴风鬼宗能出动你这个老妖怪级别的战力，难道不许我们两大势力群殴？大家都不讲武德，何必多言呢？也好，反正老夫此次入藏仙一计本就命不久矣，若是能拼杀了你们几尊战力，也算是为我阴风鬼宗扫清了一些障碍。壮哉！来一战！燃魂，狠，太狠了！这些人老夫来拖住，你们两人前去主殿，一定要得到其中的传承造化，记住，不惜一切代价，定不负老祖所望。联手？不联手也不行啊，这两人在藏仙榜中排名可都不弱呀，尤其是那个叫做月辰的家伙。总之，先拖住他们。段兄，你与此人一战，我们两个拖住月辰。好，你们两人怕还不是我的对手。说，那就试试。好强！你这半年没有在藏仙一技，或许还不知晓，此人在藏仙榜排名第一，那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咱们与他单独对上是没有任何胜算的，必须合力才能拖住他的。好。拖住我，你们未免想得太多了。真以为你在中土神州年轻一代已经是无敌的存在？那你觉得自己与黑暗神教那位妖女相比如何呀？只听闻她很强，但那些也只是传闻而已。若是有机会，倒是很想与她一较高下。原本我以为我某位师弟的脸皮已经够厚了，可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人能更胜于他。看来这家伙是真的觉得自己无敌了，不是在开玩笑。那就干他！继续。好，那就陪你们玩玩。道武五重，虽然现在我突破至道武境界，但是与此人却依旧足足有5重境界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谓不大呀。此地一共分为了3处战场，第1处战场是鬼祖与天南院长等人在交手，第2处战场是刀魔宗天才段天道与阴风鬼宗的天才唐尊在交锋，至于最后一处战场便是楚夭夭二人与月辰的一战。合着只有我一个人闲着。进主殿，只要主殿开启，或许就能得知羽化仙门当年覆灭的真相。从这门神功的逆天程度而言，等级最少也应该达到了天阶，或许不弱于一击峰前辈传授我的魂剑技一剑轮回。如果能学会这门绝学，那么我攻有一剑轮回，防有无量乾坤，岂不是……老夫纵横半生，今日或许是最后一战，但纵然喋血于此，威名也不是尔等可以撼动的。战！这老妖怪真不能以常理度之，莫要轻敌，一起出手！无量乾坤！什么？这20年来，老夫为了续命，一直龟缩于宗门之内，再无与人交过手。但这样也好，能够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酣畅淋漓地战上一场，顺便拉上你们几位与老夫共赴黄泉。老夫这一生也算是轰轰烈烈。值了！这老妖怪虽然厉害，但也不是真的就无敌了。他现在已然受伤，以他现在的状态，总有难以为继的时候。不错，这老妖怪利用燃魂之法才能够勉强支撑。接下来不要尝试与他正面硬拼，耗！只要能够耗到他油尽灯枯的时候，一切都迎刃而解。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成全你们。
莫打了，莫打了，再打下去，老夫这羽化仙功怕是要被你们尽数损毁一空了。阁下，老夫孤独凌云。什么？你就是当年羽化仙门的门主之尊孤独凌云？阁下就是羽化仙门当年的门主啊？我等莫说了，老夫知道你们前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本门的传承或是资源而来。可惜你们来错了地方，注定是要空手而归了。阁下此言何意？我羽化仙门的资源不在这处遗迹之内。老朽知道，贵门当年被誉为中土神州第一势力，自然有着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即便是举宗覆灭之后，应该也不想当年的宗旨遭到践踏。但阁下应该也明白，这世上没有任何一座势力是永恒不朽的。羽化仙门既然已成过往，阁下又何必执念如此之深呢？只要交出那些资源，我等即刻退去，绝不再打扰阁下安息之地。这话说得好啊，可惜真正有执念的不是老夫，而正是你们这些人。莫说这遗迹内没有什么资源，就算真有，最终是否又能落在你阴风鬼宗的手中呢？阁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诸位既然已前来，也请现身出来吧。此人是黑暗神教的祭师。想来他应该就是齐浩师兄等人口中的那位妖女。遗迹开启之后，黑暗神教的势力便一直没有出现，原来他们一直藏匿于虚空，我们却没有一人能够察觉。黑暗神教真是好算计呀！小女子叶萧见过独孤前辈，前辈明察秋毫，岂能一眼看出我等藏身之处？小女子佩服之至。叶萧，好名字呀，一听就是有大气运之人。你这小丫头倒是很懂礼貌，难得。我羽化仙门当年虽然有过一些辉煌，但如今已成过往云烟，老夫也只剩一缕残魂苟延残喘。阁下身为黑暗神教少教主，却对老朽行礼，我这把老骨头可是受之有愧呀。前辈说笑了，晚辈在幼年的时候就常听家父言及，称独孤前辈当世之时乃是中土神州第一高人，今日能侥幸得见，实属晚辈的荣幸。叶少教主可真是做的一手好戏呀。你此话何意？黑暗神教来此，说白了不也是为了羽化仙门的传承而来？既然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如此惺惺作态？叶少教主，以你黑暗神教的行事风格，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尊敬长者了？你说的对，老狗，我从不尊敬长者，因为老人之中也有许多道德缺失之人，但我却尊敬该尊敬之人。独孤前辈一生成就卓然，我身为晚辈，尊敬一些自然是应该的。可是，对你这种白活了一大把年纪的老家伙，我一般是不尊敬的。那么，我称呼你一声老狗，不过分吧？你竟敢如此羞辱老夫！怎么，你想咬我啊？好个臭丫头，如此没有教养，那老夫就代替你家大人好好教训你一番。你试试。试试就试试。如今看来，我羽化仙门覆灭之后，中土神州各大势力可真是一盘散沙呀！你们如此争斗下去，就算斗出一个胜负，那又有何意义呢？孤独门主，不知此言何意啊？你们可知当年的羽化仙门为何突然间销声匿迹？独孤前辈，其实晚辈也十分好奇，以羽化仙门当初的体量，修行为何会一夕之间消失于世间？还请前辈明言。羽化仙门当初败给了天道。天道是什么势力啊？天道不是一座势力，而是一种规则，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秩序。这种规则以你们现在的高度接触不到，
只有你们强大到了一定程度，才能察觉到这种规则的存在。规则、秩序，什么意思呀？你们可知这片世界为何以天武大陆命名吗？传言中，这方世界从古至今没有一位武者有能力超脱天武境界，致使古人认为天武境界就是武者的极限，因此将此世界以天武命名。不是没有能力。天武大陆历史如此悠久，在历史长河中不知诞生了多少妖孽，他们有不少都修炼到了天武巅峰之境，可是却没有一人能再进一步。限制他们的不是天赋，而正是天道规则。什么？孤独门主是说这方世界有天道规则的存在，而正是因为天道规则的限制，才使得这片世界的武者无法打破天武境界的桎梏。当年我羽化仙门正是发现了天道规则的存在，却不甘心为天道规则压制，因而选择了举宗战天。当年一役，若是我们能赢，将会彻底改变天道规则，让天武大陆迈入一个更高的维度。可惜我们最终却输了，而且输得很惨。我羽化仙门当年鼎盛之时，共有48000个兄弟，与天道一战几乎陨落殆尽。至于老夫，也在那一战中肉身崩碎，至于一缕残魂。现在你们可知道羽化仙门覆灭的真正原因了吗？一代剑皇，最终遗骸天涯，埋骨他乡。还有墓中那个他素未蒙面，名为黄羽生的少年人物。那少年应该与我差不多大，却最终战死。敢问孤独门主，你所说的举宗战天是如何个战法啊？很简单，这方世界的天道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束缚这里的武者无法离开这片世界。当年我们举宗之力，想要在虚空撕裂开一道缺口，使得羽化仙门上下能够杀出天武大陆。也就在那时，天道规则出现，对我们进行抹杀。只要我们能够抗衡住天道规则，有一人能够冲入更高的位面世界，那么就会彻底破坏这个世界的天道规则。这样说来，羽化仙门当年是低估了天道规则的强大，最终失败了。那一战我们几乎成功。虽然天道规则很强大，但我们悍不畏死，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冲杀，终于艰难地将天道规则撕裂开了一道缺口。可是就在我们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变故。异族就在我们即将成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强大而神秘的种族，他们自称天法者，将我们的步伐阻挡了下来。那时候我们与天道规则一战，本就已损失惨重，又与那些异族强者交手，再无回天之力。也正是那一役之后，我羽化仙门才会沦落至此啊！你们莫要怀疑，有时候对武者限制最大的不是天赋，而是眼界。可能你们不会相信，在天武大陆之外，有着更为高等的文明与武道。当然，莫说是你们了，就是老夫也从未走出过天武大陆，只能凭借臆想猜测。但老夫却可以肯定，外面的世界要远比世人想象中的更为广袤、浩瀚、璀璨。当年那一战，我们见到的异族强者，每一位都无比强大，但听他们的话语，他们却是族内最弱的存在，而他们对于我们天武大陆的武者更是视为蝼蚁。以老夫当年的武道成就，在大陆上已经难逢敌手。然而与那些异族强者一战，老夫才真正意识到了差距。那一战，老夫拼着肉身自爆，才强行斩下了一位异族强者的头颅，并且将其魔身带回，封禁在了我羽化仙门一座地宫之内。若是你们不信，尽管去一探究竟。羽化仙门消逝之后，老夫知道当今的中土神州又崛起了许多势力，作为武道势力，想要发展壮大，争夺资源，相互拼杀是难以避免的。老夫与你们讲述这些，只是想让你们明白，
身为一名天武大陆的武者，你们各自虽然门派有别，可你们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彼此。说实话，老夫真的很希望看到你们能够团结起来，真正向命运而抗争，而不是为了一些门派私利争得头破血流。若如此，我羽化仙门当年的牺牲或许还能有些意义。为此，老夫其实一直在此地等你们。不愧是羽化仙门的门主啊！这故事编得真是精彩呀！什么天道规则一族，我等同在天武大陆听都没有听过。我想孤独门主编出这个故事无非是2个原因，一是为了美化羽化仙门的名声，虽然不知当年羽化仙门为何覆灭，但老朽猜想多半是因为内斗。可经过孤独门主这样一番渲染，羽化仙门的覆灭必然能引起大陆武者的共鸣，甚至就此流传为一段佳话。至于第2个原因嘛，则是孤独门主见咱们如此多势力到来，自知仅凭一缕残魂根本无法保全当年羽化仙门的资源宝藏，但这样一番讲述之下，却能让我等惭愧退去，无颜再对羽化仙门当年的遗址造成破坏，可真是一石二鸟的好计谋啊！孤独门主，不知老朽这番分析可对？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对于利欲熏心之人，老夫自然是多说无益。我看你是心虚。孤独凌云，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只余下一缕残魂，如果识相的话，就将你羽化仙门的资源都交出来，若不然，我不介意让你这缕残魂也烟消云散。羽化仙门的传承与资源并不在此地，你不信，老夫也没有办法。好，既然孤独门主你冥顽不灵，那可就别怪老朽了。这小子他在做什么？小辈，前辈，你我虽素不相识，但我敬佩前辈的精神。今日前辈有难，晚辈当舍身一战。你不怕老夫刚刚所言皆是虚假？晚辈相信前辈所言。小子也活得不耐烦了。前辈，我当然还没活够。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赶紧滚开！这遗骸好强大的气息。不错呀，看这遗骸颈上的伤痕，应该已陨落多年。可是即便如此，残躯之内依旧散发出如此强大的气息，可见生前的修为绝对恐怖滔天呢。那以诸位前辈的见识，是否能认出这遗骸出自何处种族呢？这具遗骸正是晚辈刚刚在遗迹内发现的。如诸位所见，此遗骸绝非我族类，应该就是孤独前辈口中的异族强者。而且此遗骸被封禁在一座地宫之内，足以证明孤独前辈之前并非虚言。诸位以为呢？当年羽化仙门一战如此惨烈，是为了什么？羽化仙门最后虽然功败垂成，但却让世人见识到了天道规则的存在，为后世武者开拓了未知。仅凭这一点便功德无量，足以载入天武大陆史册。如今羽化仙门覆灭不过100年，诸位却来大肆破坏羽化仙门的遗址，抢夺羽化仙门的资源，后人又将如何评价？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不管当年羽化仙门因何覆灭，如今都已经是过往。若羽化仙门真的有如此伟大，就该将那些资源贡献出来，让我们现存的这些势力发展壮大，那才是功德无量。我说了，今日这资源，我阴风鬼宗势在必得。找死！以攻代守，小辈，你这想法真的很不错。不过凭你的境界，连老夫的护体真气都无法破开，老夫何惧之有？一剑轮回。什么？鬼祖刚刚那一击，以那少年的力量显然是无法抵御下来的。可是关键的时候，鬼祖为何会退呀？这一剑竟然能威胁到本祖的灵魂，这门剑术，小家伙，你这柄剑还有刚刚施展的那门剑术，是何人所传呢？是一位姓易的前辈所授。
那他可还好吗？是老夫害了他呀！如果不是我当年低估了天道规则的强大，做出如此错误的决断，羽化仙门或许也不会沦落到如今这个下场。小辈，你退去吧。晚辈不会退的。你当初易前辈传授晚辈这门剑术的时候，晚辈曾承诺，以后施展这门剑术的时候，绝对不会堕了他老人家的威名。况且此剑是陪伴了易前辈一生的伙伴，一剑轮回这门剑术更是凝聚了易前辈毕生心血。身为一名剑修，我更明白这两物对于一名剑者的重要程度。可是易前辈见到晚辈之时，却对晚辈倾囊相授，这份恩情在下绝不敢忘。今日易前辈昔日宗门有难，在下虽人微力薄，但却愿舍身一战。若我退，我不配用此剑，也不配用这门剑术。好孩子，自不量力。你刚刚施展的那门剑术的确有些古怪，不过能够逼退老夫也是我大意的结果。就凭你如今的境界，却妄想阻挡本祖，简直是在匹夫撼树。好，既然你小子想死，那本祖成全你。院长，你是我四象神功的弟子，这老妖怪想对你出手，老夫岂能坐视不管？可是我此举是在阻止各大势力进入主殿，可是现在为何？有你这位弟子，我四象神功得到那些资源与否，又有何妨？你比那些资源重要。今日羽化仙门的资源宝藏，我阴风鬼宗志在必得。任何想阻止本族者，杀！战！妈的，还来这一招！好小子，那就看你这一剑是否真的能威胁到本族。死了吗？你这小子生命力还真是顽强啊！不过本族现在也是知晓了，你小子的剑术虽然看上去诡异，但真正能形成的威胁也不过如此嘛。刚刚老夫硬接了你一剑，可现在结果如何？本族还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里。你这是什么鬼剑术？魂归来袭！可惜看你似乎伤得很重。院长放心，我还能战。秘术开！不要命啊！这少年真是不要命啊！这也太狠了！之前你们四人联手都无法奈何本族，你小子，你简直就是一只复古之躯！这少年的天赋可当真不弱呢。在中土神州年轻一辈，应该仅次于少教主了。先生以为场上局势如何？那少年的剑术虽然克制鬼祖，但鬼祖若想闪避，那少年也不可能威胁到他。而且那少年刚刚承受鬼祖一掌，已然身受重伤，能够坚持到现在，应该全凭一股意志力支撑。还有就是他刚刚气息暴涨，似乎是动用了一门秘术，而据我观察，这门秘术的支撑时间应该也有限，我想最多片刻时间，这少年应该就会难以为继了。看来他终究还是难以抵挡鬼祖的步伐呀。不过凭他现在的年纪，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足够让人惊讶的了。看来这少年终究是难以左右场上的局势啊。眼下这等局面，刀魔宗不准备出手吗？叶少教主，此话何意？之前阁下不是还与天南院长并肩作战吗？怎么现在选择袖手旁观？这样做可是有些不讲道义了。叶少教主，你看我像白痴吗？现在这小子的所作所为，是在阻止各大势力开掘羽化仙门的宝藏。我刀魔宗出手相助，对我刀魔宗有什么好处吗？叶少教主，你刚刚说出这番话，真的是想让我帮四象神功抵挡住鬼祖的步伐吗？我看你也只是为了黑暗神教的利益考虑而已吧。叶少教主看上去年龄不大，但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这心智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小畜生，就凭你现在的状态，怕是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吧。
你让本祖如此狼狈，等到你一会儿状态消退之时，本祖定要让你神魂俱灭，也让你彻底明白得罪本祖的下场。糟了，撑不住了！撑不住了，你终于撑不住了，小畜生！来，再出一剑我看看，老夫就站在这里绝对不躲，你来试试！小子，你身为剑修，竟然如此阴险！小畜生，这一次没有人能救得了你！本祖倒是险些忘了，你似乎是一个疯子。与你废话，自然是浪费口舌了。滚开！仙门之威，不可辱。燃魂！不！鬼祖死了！我守在这里，你们饶此地清净都得死！啊，不好！此人果然是一个疯子，他这是想将咱们技术击杀呀！莫造杀孽！门主，我羽化仙门已经沦落至此，就不要再造杀孽了。诸位，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羽化仙门这处遗址早已没有任何资源，就算你们将这里掀个底儿朝天，最后也将是空手而归呀。而老夫之前所言皆是实情。身为天武大陆的武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天道与异族。我劝你们不要再争斗下去，只是不想看你们自相残杀，削弱彼此的实力。但如果你们还要斗，老夫自问没有能力阻止，请吧。我们走。你瞅啥？你拿了那枚戒指，你是要让我还吗？那是我凭本事捡的，你让我还？少教主，咱们也先撤出此地，再从长计议吧。先撤。此人有点厉害啊，不应该说是深不可测。若是与他对上，我没有把握呀。既然连你都没有把握，那就走吧。我四象神功此前不知孤独门主灵魂尚存，才会参与此处遗迹的争夺。若有打扰之处，还望孤独门主海涵。无妨，既如此，那我等告辞。可否让这个小家伙留下片刻？老夫有些话想与他说。林彻，孤独门主是前辈高人，既然他让你留下，或许是有什么深意，你聆听教诲便是。弟子明白。我们走吧。小辈老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晚辈名林彻。姓林，你果然也是一个有大气运之人呢。之前这老者听到叶宵名字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这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呀？林小友，你随老夫来。这是我羽化仙门的开山祖师，能够一手建立羽化仙门这等超然势力，那么他一定很强吧？不是很强，而是非常非常的强。林小友，说来也是缘分，我宗师与你同姓，名为林秋叶，而且也是一位剑修。前辈说贵宗祖师也是一位剑修？不错，准确来说，祖师是一位剑道天赋无比超然的剑修。他15岁的时候成为剑主，17岁的时候步入剑宗境界，20岁的时候便已经正道剑皇，而他25岁的时候更是在天武大陆上问鼎巅峰，已经难求一败。不是老朽吹嘘，即便天武大陆悠久历史之中曾诞生过无数精彩绝艳之辈，但我宗主师却可称之为第一人，堪称古今第一。祖师25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踏上了孤独求败的旅程，
他用了2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天武大陆各处地狱，可最终都没有如愿。为此，他并未感到开心，反而是郁郁寡欢，为这世上没有人能接他一剑而感到落寞寂然。这女子竟然因为无敌而感到落寞，这难道就是大佬的内心吗？果然让人不懂。那后来呢？后来祖师在追寻对手的路上，虽然没有如愿，但他却偶然间发现了天道规则的存在。前辈是说，第一个发现这方世界有天道规则的，正是这位林秋叶前辈？那是自然。天道规则在这片世界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记载，而能够第一个发现者，除了祖师这等绝代天骄，又有何人能够做到？我羽化仙门能够与天道一战，也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那这位林秋叶前辈可曾与天道有过交手吗？祖师所在的时代并非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大事，只有他一人超然于世间。可他预感，仅凭他一人之力，恐怕还无法与天道正面抗衡。因此，在他30岁的时候，创建了羽化仙门这一势力，目的就是为后世积蓄力量，抗衡天道而做准备。我羽化仙门自建立之日起，便只有一个祖训，那就是带领天武大陆摆脱这片世界的束缚。岁月如梭呀，我羽化仙门传到老朽这一代，可谓是到了一个空前鼎盛的时代。老朽自身武力虽绝不敢与祖师相提并论，但发展了这么多年，门内强者如云，底蕴无比深厚。也正因此，让老朽做出了一个判断，认为到了举宗之力与天道决战的时候，可惜是我的这个决定，让羽化仙门这么多年积聚的力量一朝尽丧，让那么多兄弟惨死，我愧对祖师及门内历代先贤，我孤独凌云，是羽化仙门的千古罪人呐。前辈，我年龄小，有很多道理都不明白，但我却知道，生而为人，我们虽然无法决定出身，但却人人拥有着向往更广阔世界的权利。我们不该被困在这里。羽化仙门当年那一役是为了自由而战，而你们却不单单是为了自身。晚辈觉得你们虽然功败垂成，但每一位都是值得敬仰的英雄。前辈你本身也是为此倾尽一切，甚至最为宝贵的生命，又何须自责呢？是啊，生而为人，我们不该被困在这方天地。林小友，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前辈请讲。你愿意接受我羽化仙门的传承吗？我羽化仙门当年那一战后，门内武者几乎陨落殆尽，可是我宗祖师的意志却不能就此断绝。林小友，若是你肯接受我宗的传承，那么羽化仙门终究有了延续下去的希望，老夫就算现在死去也可以瞑目了。前辈为何对在下如此信任？很简单，之前在外界的时候，老夫见各大势力为了我羽化仙门的资源而争斗，期间老夫便注意到只有你一人盘膝而坐，仿佛置身事外一样。可是后来当那鬼祖要对老夫出手的时候，你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这足以证明你的人品。还有刚刚你那番话语，为自由而战，而你手中这枚星云戒便是解开那片禁制的关键之物。除此之外，这枚戒指内有一件战甲，是当初老夫斩杀那位异族强者之后从他身上所得。那件战甲极为强大，应该是达到了天气级别的宝物，如今也一并交给你了。林小友，除了这些之外，我羽化仙门还有一物，乃是我宗传承至今的镇山之宝。林小友，你看我宗师雕像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啊？林小友，不要小瞧此剑，这柄剑没有名字，但却有灵。当年曾追随我宗祖师，在我宗辈分极高，因此我宗上下尊称其为剑祖，一指见此剑如见祖师。莫非此剑是林祖师亲手铸造？这柄剑不是任何人铸造而成，而是被祖师在一处绝地中发现，凝聚了天地之力，自成其形。
祖师得到此剑之后，终生没有动用过一次。他看出此剑的不凡之处，曾言道：此剑有伤天和，后世之人也绝不可轻易动用。剑祖，不孝弟子孤独凌云当年判断失误，致使我宗遭受覆灭之祸，上下凋零。弟子深知罪孽深重，这些年来一缕残魂苟延残喘，欲寻找到一位能够继承祖师遗志的传承之人。此少年天资不俗，又兼之深明大义，正是传承我宗精神的不二人选。还请剑祖移驾，便随着少年而去吧，以为我宗保留一线希望。林小友莫慌，剑祖应该是在探查你的剑道天资啊。老夫觉得，若是一个心胸狭隘之辈，必不可能有此见地。准确来说，你与我宗祖师是一类人，都明白身为一名武者的大义所在，所以见到你第一眼，老夫便觉得你就是传承我羽化仙门意志的不二人选。既然前辈如此器重，那晚辈义不容辞。李小友，你这是答应了？好，这真是太好了。此戒名为星云戒，也是我羽化仙门的传承之戒。林小友，如今老夫便将此戒传给你。前辈放心，在下一定好好保管。当年我羽化仙门被誉为第一势力，门内资源自然是极为丰厚的。可后来与天道一战，若胜，我们便能进入全新的世界；而若是败，那些资源也不能留在宗门之内。因此在开战之前，我们便将所有门内资源都转移了出去，然后封禁在了一处地方。林小友，你以后有机会可去一趟战天之地，将之取出。林小友啊，看来剑祖很认可你在剑道之上的天赋啊。他这是在夸你，18岁就踏入了剑主境界，真是一位剑道奇才呀！小友稍等，我去与他商议一番。林小友，剑祖已经愿意跟随你离开。我宗的传承之物都已尽数交到小友之手。前辈，在下一定会郑重保管这些东西，以后若是在下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会重建羽化仙门。当然，我可不敢保证能否做到，只能说有这个机会的话，尽力而为。小友，我宗将这些传承给你，也不是希望你肩负起重振羽化仙门的责任，你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只要我羽化仙门的意志能够传扬下去，羽化仙门重建与否又有什么区别呢？前辈言之有理，传承贵在精神，而不在任何形式。晚辈受教了。林小友，你该是时候离开了，那老朽便送送你吧。好。当年那一战，我羽化仙门的兄弟们几乎陨落殆尽，看着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而且是自己最熟悉的面孔，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在面前。如果没有经历过，是永远不会明白那种感受的。那一战之后，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几乎彻底疯癫了。不过他就算神志不清，似乎心中也一直有着一些执念，因此才一直守在此地。执念？他守在这里，一直想守护自己当年的宗门。还有一个执念，便是想等他的儿子回来。当年那一战，由于战况太过惨烈，没有人能顾及周围，而他的儿子便在那一战中失去了踪迹，最后也不知生死。他就一直守在这里，因为知道他儿子若是能活着的话，是一定会回到这里的。可是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恐怕……请问这位前辈的姓名是？他叫黄云，他的儿子名叫黄羽生，与你一样，也是一位剑道奇才，师从易继风也就是传授你剑术的那位剑皇。当初我们一众高层都曾评价此子天资卓然，若是能顺利成长起来，等我们这些老一代高层卸任之后，他可担当大任，继续统领我宗。可惜
谁也没有预料到当年那一战会如此惨烈。他当年参加那一战的时候，年纪应该与你差不多大，而在那一战之后便彻底失去了音讯。当初他曾答应易继风，如果找到黄云，便将他儿子的死讯告知。可如今林彻真正见到他后，却感到难以启口。林彻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他在这里守护了100年之久，而此地早已是一座废墟，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守下去了。林小友，你这次离去，便让他跟着你吧。跟着我？前辈，可愿随我离开？这片世界真的有天道规则的存在吗？黄前辈，我们走吧。那位守墓老者竟然会跟着他。此前各大势力退去，孤独凌云唯独留下了那少年。如今这位守墓老者又跟着他离开，或许有一种可能啊。什么可能？可能孤独凌云将羽化仙门的传承交给了那少年。可不是说羽化仙门在这处遗址中已经没有传承了吗？当年羽化仙门巅峰之时，底蕴何等深厚，这样一座势力即便遭遇了覆灭之祸，可若说没有传承，少教主，此话你信吗？不管少教主信不信，我想此地有很多势力也是根本不会相信的。这样看来，那少年如今的处境很不妙啊。不过那位守墓老者如今跟在他身旁，就算各大势力认定传承在那少年身上，恐怕也不敢动手吧。少教主，你怕是低估了贪婪这2个字的能量啊！当年羽化仙门如此强大，其中的传承足以让任何一座势力心动。如果那传承真的在那少年身上，那么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少教主，以老朽看，我们也该早做打算。你的意思是抢？少教主，我们不抢，也会有人抢的。咱们黑暗神教虽然被誉为中土神州第1势力，可毕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那传承如果落在其他势力手里，对咱们终究会是一个威胁。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羽化仙门当年与天道一战，此乃壮举，我们还是要讲些道义的。我们只要传承，莫伤那少年便是。少教主英明，你们说那个看上去邋里邋遢的老人就是击杀了鬼族之人？是。你们之前所说孤独凌云令各大势力退去，却唯独留下了刚刚那名少年。不错，弟子怀疑那孤独凌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将传承单独给予那少年。传承？定是如此。长老，那我们该如何？是否要放弃啊？放弃？为了那传承，我宗损失如此惨重，怎么可能如此放弃呀？不过眼下那少年身旁跟着那位疯老人，倒是不能轻举妄动，此时还得通知宗内高层再做定夺。长老，其实我倒是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那疯老人如此强大，若是咱们阴风鬼宗单独对上，就算最后能胜，损失也会无比惨重。既如此，我们何不借刀杀人呢？借刀杀人？之前在遗迹核心区，真正见识到守墓老者出手的势力，只有黑暗神教、刀魔宗、四象神宫以及咱们阴风鬼宗4座势力而已。咱们知道那守墓老者的强大，可是对于其他势力而言，可不会有那么忌惮。只要将那少年得到羽化仙门传承的消息传扬出去，我想不需要咱们动手，各大势力便会闻风而动。到时候那少年必然会面临举世皆敌的绝境。面对如此形势，那守墓老者就算再强大，单凭他一人之力，又如何能抗衡整个中土神州啊？如今在这藏仙遗迹附近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势力，他们可都是为了争夺羽化仙门的传承而来啊！孤独凌云残魂尚存，各大势力出于忌惮或许会退，可如今若是这份传承落在了一名少年手中，那各大势力还有什么顾忌？这就如同质子怀千金行于闹市，各大势力必然会变得更为疯狂，而且无论双方胜负如何，都将被削弱彼此的实力。对于咱们阴风鬼宗而言，都可坐收渔翁之利呀。好，你这个主意很好，那就这样做吧。院长，你们莫要担心，这位前辈现在跟着我，没有任何的恶意。院长，大家是要离开了吗？这半年来，大家驻扎在这里都很辛苦，如今藏仙遗迹的事情告一段落，也该是时候回去了。院长不觉得可惜吗？四象神宫准备了这么久，
最终却空手而归。自然是可惜的，不过各大势力皆是如此，况且与阴风鬼宗相比，咱们最起码没有什么损失，这已经是万幸，就没什么好在意的了。院长，我这次恐怕不能与你们一起了，有些事情要去做。哦，之前孤独门主将你留下，便是为了此事吗？那你便去吧。院长难道不好奇孤独前辈对我说了什么吗？既然孤独门主将你单独留下，所说的事情一定是不想让我们知晓的。既如此，那老夫又何必让你为难呢？不过无论是什么事情，你还是要以安全为主。若是遇到什么麻烦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永远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4项神功啊。弟子明白。林师弟，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尽管去吧，回头我会跟师尊他老人家说一声的。多谢师姐。老前辈，这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我知道你心中埋藏着许多事情，不过人生在世，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还是该活得有尊严一些。你现在这副形象就挺好的。这柄剑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啊，能够让羽化仙门那位祖师如此看重？怎么回事啊？停下！停下！此剑有伤天和，祖师得到之后也从未动用过，你催动它会招来天劫。这柄剑是想让我继续催动真气将天劫给召唤出来？催个屁！这剑什么意思呀？啊，要教训你，应该是你刚刚的语气他不喜欢。你是没完了吗？快收起来！剑祖可破天下神兵，可是万剑之灵，你若不赶紧收起，你手中那柄剑就没了。我将你从羽化仙门带出来，不是让你在我面前嚣张的。虽然羽化仙门敬你为祖，但我可没有兴趣供养一位祖宗。你若愿意跟着我，现在给我消停下来；若不愿意，即刻给老子滚！有胆你就进来，说人话。还，你是没挨过打吧？有时候打架是不需要自己动手的。当你到了一定境界，能够以身合道的时候，天地大事皆可为你所用，因此不需要惊讶，都是一些小手段而已。仙女前辈，我就知道你很厉害。你之前说没有恢复到巅峰期不能出手，一直都是骗我的，对不对？你这么说，是想以后打架的时候让我出手帮你吗？我别想了，我不会出手的。仙女前辈，你从不出手，一定是想锻炼我，对吧？让我遇到事情不要过于依赖外力。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啊，咱们两个关系这么亲密，我用你的力量怎么是依赖外力呢？在这片世界，以天女前辈你的实力，绝对堪称无敌。你无敌不就是我无敌吗？我都无敌了，锻炼个什么劲儿啊？你年纪不大，想的倒是挺美哈。在这片空间之内，我可以出手，但是在外界，我无法出手的，因此你就不要指望我了。这柄剑的材料原来是这样，这样一处下位世界竟然诞生了此物，怪不得。天女前辈，这剑是何来历啊？我还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那么天魔族出现在这片世界应该就是与此有关。天女前辈，你是说天魔族出现在这片世界，难道就是为了此剑？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但总归是与此剑的来历有关。将此剑收起吧，这柄剑虽然丑了点，但铸造材料极为不凡，有了此剑，你的实力应该能提升不少。可是他好像不太服我。剑就是给人用的，不管你以前的主人是谁，但现在你跟着他，以后就莫要造次，明白？明白。此剑不服你，是因为你的实力还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不过别怕，我以后帮你镇着，他要是不听话，你把他送进来，我给他讲讲道理就是了。天女前辈，你之前说这柄剑能够提升我的实力，可是这柄剑却有些诡异，我一旦催动就会引来天劫，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剑的确有些特殊，之所以会引来天劫，是因为此剑不受这方天地规则的限制，因此一旦有人催动，便会招来天罚。那岂不是说我以后都无法动用此剑？自然是可以用的，只要你不以真气催动它就是了。对呀，这柄剑连上品道气都能一剑斩断，
即便我不用真气催动，它依旧是一柄无坚不摧的神兵。糟了，此玉，这块玉佩是一级风前辈交给我的，这是我儿子的，他在哪里？黄前辈，你先做好心理准备，其实你儿子在100年前就已经……前辈，你冷静一些啊！他葬在何处？放心，我在宗门等了100年，其实心里早已知道了这个结果，只是不愿接受。说你知道他葬在何处，能带我去看看他吗？好。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将他带到他儿子的坟前，你不怕他情绪彻底失控吗？天女前辈，我明白这些，不过他们父子永隔，这老人在遗迹足足守候了100年，如果到了最后他连到自己儿子坟墓前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不觉得太残忍了一些吗？况且他现在这个状态都是因为他儿子，如果能见到那座坟墓，或许会让他情绪失控，但也可能会让他彻底解开这个心结。前辈，我可以带你过去，不过在此之前你得把这块玉佩给我。10日后，黄兄，一兄弟，你如今的状态，黄兄，当年那一战之后，我重伤垂死，虽然最终死在那片战场，但也难以支撑下去了。我现在只是一缕残魂，只是可惜当年我拼死想护着雨生逃出升天，但最终也没有做到。黄兄，身为兄弟，我没有护住你儿子的周全，实在是有愧于你呀。在墓碑之上轻轻抚过，莫打扰他了，你随我来。是，前辈。易前辈，这柄剑是你传给我的，而如今我却没有保管好它，实在是对不住你。此剑是怎么断的？是被他砍断的。剑祖怎么会在你手上啊？葬邪遗迹的经历全部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当初你进入这座墓中，我传授你了一些东西，而如今门主他更是将星云剑与剑祖传给了你。看来你与我羽化仙门真是有着莫大的缘分呢。这剑虽然剑身被毁，但好在剑灵未灭，还有着修复的可能，因此你也无需自责。前辈，我以后一定会将它修复好的。我之前传授你的那门剑技，你可有什么不解之处？有了一些心得。好，那你现在出一剑，我看看。我传你这门剑技不过1个月时间，你却能掌握至此，你这剑道天赋当真是有些变态了呀。前辈谬赞，这门剑术最厉害之处就是能湮灭灵魂，以后随着你魂力越强，这门剑术所发挥出的威力也就越强。不过想要增长魂力，没有什么捷径可言，当初我也是靠日积月累，才终于在这门剑术之上有了一些成就。你如今已经找到方向，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指点你的了。易前辈，其实我在剑道之上还有很多困惑啊，说说看。晚辈想知道怎么才能踏入剑宗境界。剑宗，想要成为一名剑宗很简单，众所周知，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剑道领域，便可称之为剑主。至于剑宗，其实说白了就是将剑域再一次进化，将你所领悟的剑域展现出来，我看看。你这领域有些古怪呀。前辈，我曾经受一位高人指点，将6大自然属性全部融合为了一体，因此我的剑域才会如此。你是说你将6大自然属性全部融合了？前辈，莫非我走错了？我无法评价，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而我也从未想过6大属性能够融合，因此我没有发言权呢。不过从你这剑域强横的气息而言，我预感你没有走错路，甚至很可能走了一条别人从未走过的路。至于以后利弊如何，恐怕也只有你自己探索了。至于你想成为剑宗，很简单，就是将你现在这方剑域压缩就行了。压缩？你现在的剑域一旦展开，能够覆盖数十丈范围，在这数十丈范围之内，你出剑的威力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剑域无论覆盖多大范围，你的攻势不过一剑之间，因此领域覆盖的范围越大，你其实浪费的越多，
如果你能将剑域完全压缩到剑锋之上，那你出剑的威力会如何呀？想要压缩剑域，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很考验一名剑修对于剑域的掌控力。剑宗二字指的就是一名剑修在剑道领域的掌控力达到了宗师之境。如果你能将剑域压缩至3丈之内，便可以获得剑宗这个称谓了。而如果你能将剑域压缩至1丈之内，便可称之为大剑宗。而剑宗境界还有一个至高境界，那就是方寸剑宗。顾名思义，便是对剑域的掌控达到了方寸之间。只不过这世上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剑修怕是寥寥无几，想要达到这一境界，我只能说很难很难。就连我当初……前辈，我以后一定会达到方寸剑宗这一至高境界。你现在已经知道如何踏入剑宗境界了，那你就开始参悟吧。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5日之后，如果达到方寸剑宗境界，将30丈范围的剑域压缩至方寸之间，那么我这一剑的威力一定可以达到一个质变。易前辈，我刚刚在试剑，你看我这一剑威力如何呀？威力是不错，不过你若是到外面去试，那就更好了。易前辈，对不住，我无妨，一面石壁而已，并不破坏此墓的建筑结构啊。你已经成为剑宗了，多亏了前辈指点，我现在已经能够将剑域压缩至3丈范围大小。你跟我来。他已经在这座墓前站了5天了，期间一动都没有动过。看来黄前辈还是很难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现在的状态很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你得带他离开这里。是我错了，我原本以为将他带到这里或许能解开他的心结，可是没想到却反而刺激到了他。晚辈现在就带他离开。黄前辈，我们该走了。黄前辈，小心！黄兄，你……黄前辈，你看这是什么？剑祖，星云界。我刚刚……黄前辈，你刚刚又神志不清了，应该是见到这座坟墓，内心太过悲痛所致。我想我们必须得离开这里了。好，易前辈，我们走了，下次我再来看你哈。这小子绝对是来恩将仇报来了。以后要再去探望易前辈的时候，我一定要找寻到一个最好的匠人，将那座地宫给翻修一遍。其实真疯了也好，能彻底忘掉一些烦恼。你确定？他要是真的彻底疯了，可能第一个就先拍死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呀。前辈，咱们能聊聊吗？前辈，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记住我这张脸，以后若是控制不住情绪，一定要记得我是好人，千万不要对我出手，行吗？我尽量。不过什么？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吧。老夫最近似乎有些健忘症，而且忘记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了。你让我记得你，我只能说尽量了。前辈，你这健忘症严重吗？还不算太严重吧。前辈，那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都已经成这样了，这健忘症还不严重呢？林公子，我们又见面了。我记得我好像与黑暗神教并无恩怨吧？上次在藏仙遗迹，我们只是见过一面，期间并没有什么交流，自然是没有恩怨的。那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次来只是想向林公子讨一些东西。什么东西？羽化仙门的传承。你说羽化仙门的传承在我身上，不是吗？当日在遗迹，孤独门主亲口说过，那片遗迹之内并没有任何传承，各大势力也都亲耳听到的。叶少教主，你怎么会认为我身上有什么传承啊？当日孤独凌云摄退各方势力，只单独留下了你，除了将传承传给你之外，还能有什么目的？要不然你说说孤独凌云将你单独留下是为了什么？聊天呢，只是单纯的聊天而已。林公子，你看我像傻子吗？还行，也不太像。林公子，我有一句忠告，你想听吗？说。此前各大势力齐聚藏仙遗迹是为了什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羽化仙门的传承如此诱人，所以让中土神州无数势力心生觊觎。现如今外界就有无数消息在传，那传承就在你的身上。我想林公子如此聪明，应该也可以预料到自己接下来所要面临的处境吧。外界在传我身上有羽化仙门传承，这消息谁传的？我黑暗神教
是不屑于用这些手段的。林公子，无论这消息是谁放出的，你现在的处境都很不妙呢。现如今恐怕有很多势力诞生了想法，甚至已经开始行动，说羽化仙门的传承真的在你身上。说实话，以你现在的实力，是根本把握不住的。我已经说了，我身上没有传承，为何你们不信呢？既如此，林公子可否让我们搜身？可以，不过搜身毕竟是一种极其不尊重对方的行为。我可以让你们搜身，但必须叶少教主你亲自来，并且你搜完我之后，我也得在你身上搜一下，这样大家都不吃亏。哼，叶少教主，你觉得？哎，这不是你提议的吗？怎么还突然翻脸了？是不是玩不起啊？林公子，暗夜禁兵在我教中也是最强大的底牌之一，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10人出动已足以摧城拔寨，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抗衡。林公子，我看你还是剑道宗师。林公子，之前在遗迹的时候就曾见过你的真本事，那我们这次来自然是有所准备的。我知道林公子有2大底牌，一个是神鬼莫测的飞剑，还有一门能够抹杀灵魂的诡异剑术。而这10名禁兵身上穿着的盔甲，不仅坚固程度达到了上品道器级别，其中也镶嵌有镇魂石，能够抵挡灵魂攻势。厉害厉害！黑暗神教这么有钱吗？也不是那么有钱，暗夜禁兵共有100人，我们最多只能打造出10件这样的战甲，不可能让100人全部武装至此。当然，即便如此，说句嚣张点的话，中土神州能够这个手笔的，除了我黑暗神教，恐怕也没有第2座势力了。林公子，这10个人的阵容是专门为了林公子准备的，不知道林公子可还满意？满意？何止是满意啊，简直是受宠若惊啊！为了对付我一个无名小辈，你们真是下了血本。不过什么？不过我怕这10个人恐怕不够我砍的。哼，嚣张！你们退下。林公子，其实我们这次来，出发前我就已经下过命令，只要羽化仙门传承，绝不伤害林公子你1分1毫。可我没想到，我们低估了你的实力，这10位暗夜禁兵竟然不是你的对手。而我更没想到，林公子你出手会如此狠绝，眨眼之间便斩杀了2名暗夜禁兵，这是我计算失误，这2人真的死得很冤很冤。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对他们手下留情？你说这几人对我没有杀意，我能轻易相信吗？在外界之中，你可是有一个妖女的称号，你的话能信？那是外界对我的误解，我一向很仁慈的，从小到大，只要不惹怒我，我连一只蚂蚁都不会去杀。这样说来，咱们其实还有商量的余地。那我没得商量，你已经惹怒我，对他不需再有任何留手，杀了吧。你退开。好，退远点。黄前辈，这2个人很棘手吗？不是棘手，而是老夫发起疯来，我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可能会连你一起打死。黄前辈，我可不是怕啊，我只是单纯的尊敬你。你说让我退，那我就退。我们也退。根据调查，此人应该就是当年羽化仙门4大护法之首的黄云。听闻他100年前修为便已真至化境，对付这等存在还是要小心一些呀。也不必过分拘谨，江山代有人才出，当年羽化仙门有4大护法，现在黑暗神教也有咱们3大黑袍技师，只是可惜呀，羽化仙门当年覆灭的太过迅速，若不然等咱们黑暗神教崛起之后，未必不能与之正面抗衡。况且我听闻此人在羽化仙门没落后便神智受损，一直守在羽化仙门的遗迹内，武道荒废了100年之久。咱们以2敌1的局面下，胜算很大，那就试试。玄黄不可轻视，那就一起出手吧。好。黑暗降临人间，黑暗囚牢。
老夫这座空间牢笼乃是无数黑暗物质凝聚而成，即便你身为拳皇，也不可能轻易轰破。黄云，今日你必败在我们2人之手。天道，你想困住我，老夫要崩碎了你，我要崩碎了你！啊！天道，他这是在自残？不，他不是在自残，而更像是在解除体内的什么禁制。你有没有发觉，他的气息在暴涨啊？不可能！难道他之前与我们一战，一直都是处于修为封印的状态？若真是如此，天道，还我儿命来！杀！藏天黄泉！他之前果然封印了修为，现在战力全部发挥之下，竟然能恐怖至此啊！此人怎会如此强大？难道当年的羽化仙门当真强盛到这等地步？这黄云身为4大护法之一，都能够拥有如此毁天灭地的战力，这也不用如此妄自菲薄。这黄云在4大护法中可是排在首位，实力自然深不可测。不过咱们3大黑袍技师中，大哥实力却也远远超过咱们2人，如果大哥出手，未必在此人之下。言之有理，看来咱们是完全低估了此人的。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咱们的撤，若不然……少教主，好，快逃！退！竟是妖莲！什么？他竟然没死？这样都没死，这女人的实力有点厉害啊！少教主，先离开这里，想走走得掉吗？黄前辈，穷寇莫追！穷寇莫追！你是何人？黄前辈，我是自己人呐。你是我宗弟子？你既是我宗弟子，为何阻止老夫诛杀天道？你定是我宗叛徒。既如此，那老夫便先斩杀了你这不孝叛逆！杀！黄前辈，你看这是什么？羽绳。前辈，这玉佩是我给我儿子的。你是羽绳，你是乌儿，羽绳，你是我儿子。原来你没有死啊！老夫并没有失去儿子。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他将我错认成自己的儿子，算了，既然他这样认为，那我就配合他吧。爹，我终于见到你了，这些年我想你想的好苦啊。孩子，这些年你去了何处？你可知老夫一直在找你？老爷子，咱们现在不是见到了吗？以前的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了。不错，咱们现在父子相见，过往的一切都随他去吧。孩子，刚刚那几人敢对咱们父子出手，老夫先去解决了他们，你在这里稍等片刻。老爷子，既然那几人都已经逃走了，那就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也对，既然今日是咱们父子的重逢之日，倒是不宜杀生。不过什么？老夫自有打算，你在这里等着就是。哈哈哈哈！之前老夫追上去，又将那2名黑袍人的去路截住，一番大战之下，那2人终究不敌老夫，于是老夫便将这女娃子给劫掠回来。老爷子，你将她劫回来做什么呀？自然是给你做老婆的。什么？这女娃娃能够硬生生承受老夫一掌而不死，这世上年轻一辈能够做到之人恐怕寥寥无几。由此看来，这女子必然是一位天纵奇才，也只有如此才能配得上我儿。老爷子，你可知这女子身份是黑暗神教的少教主啊？怎么，少教主又如何？你未来也是执掌羽化仙门，正好门当户对。我们根本没有感情基础啊，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总之，这女子很优秀，若你们有了孩子，那个孩子必然天赋无双，老夫可还等着抱孙子的。你这臭小子不努力，那老夫自然要帮你找个老婆。以黄前辈现在的精神状态，现在又何必跟他较真呢？
以后随便糊弄糊弄便好了。不过以这女子的身份而言，倒是一个麻烦呢。怕什么？反正黑暗神教认定传承在我身上，就算这次退去，应该也会卷土重来。如今这女子落在我的手中，反而能够牵制黑暗神教不敢轻举妄动。老爷子，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好小子，你终于想通了，如此甚好啊！少教主被那老疯子劫去了，若是少教主有个三长两短，只怕你我……老疯子虽然神志不清，但若是真想伤害少教主，恐怕早已动手。目前看来，他将少教主劫走，应该是有其他目的。什么目的？一个疯子，谁能揣测到他的想法呀？不过，少教主落入他人之手，终归是有很大的风险。此事事关重大，咱们两人也根本不是那老疯子对手，必须得通知教内。算了，其实从另一方面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各大势力都针对我，都想来抢劫我，也就意味着我也可以抢劫各大势力。我现在吞噬资源就像一个无底洞，若大家都对我和和善善的，那我靠什么生计呀？更何况我身边有黄前辈这位超级强者，能够真正威胁到我的势力恐怕也不多，倒也不至于如此畏首畏尾。他怎么还不醒啊？他之前受伤极重，自然不会那么轻易苏醒。天女前辈，他此前能够抵御黄前辈一掌，似乎是凭借一朵青莲。那青莲是一件宝物吗？不是，那应该是他的本命武魂。本命武魂？如果你以后有能力走出这方世界，将会发现天武大陆很小，与浩瀚的宇宙相比，或许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既如此，各个世界的修行之法自然是不可能统一的，其中就有一些世界的武者踏足武道，便需要先觉醒武魂。武魂的强大与否，也决定了这名觉醒者以后的潜力与成就。武魂？天女前辈，你是说他的武魂本不该诞生在这方世界，可他为何……或许只是一种异变吧。以这小丫头的武魂品级，即便放在专门修炼武魂的世界内，也极为不凡。而在这个世界，虽然没有修炼武魂的法门，但身具武魂与这个世界的修炼之法结合，未必不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最少在这片世界年轻一辈，这小丫头的成就就已经很厉害，这应该便是得益于她拥有武魂的特殊之处。天女前辈，感觉你知识好渊博呀，你怎么懂这么多呀？很简单，多看书。看书？看什么书啊？天女前辈，那他什么时候会醒啊？他之前受伤太重，本命武魂虽然帮他承受住了致命一击，可也消耗了大量能量，这个消耗有些大，凭借武魂自身应该很难自我修复了。意思是说他很难自我苏醒？不仅很难苏醒，而且越拖下去他就越危险一分。想要让他苏醒，就得补充武魂的消耗，需要一些道境级别的疗伤丹药。你想杀我，结果现在我还得想办法来救你，这买卖可真是够赔本的。哎，对了，道境级别的丹药我虽然没有，但有一个势力或许拥有。你们是何人？我们只是路过之人，途经此地，听闻贵阁生意做得很大，想进去看看，顺便买一些东西。城内现在不做生意，你们离开吧。凌云阁不是商会势力吗？为何？没有为何，这座城现在处于封禁状态，任何人不得外出，也不允许任何人入内。让你们离去，你们离去便是，莫要多问。能否见见贵阁主事之人呢？我凌云阁的阁主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们确定？你们可以通知一下，就说林彻拜见，或许他会见我的。我看你是故意来找茬的吧？听不懂人话，3息时间离开这里，否则便视为你冒犯我凌云阁处置。不知你们听没听说过，数月之前你们这道城门曾被轰碎过一次，若是不想让这城门再破一次，现在去通知凌云阁主来见我。找死！住手！魏长老，发生了何事？魏长老，这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不仅挑衅咱们凌云阁，甚至还扬言要破掉咱们的城门，如此嚣张，我们这要教训他一番。你是林公子？你认识我？林公子或许不认识老朽啊，不过老朽却认识林公子，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想对林公子出手。魏长老，我等此前不知他。高了，每个人罚俸半年，
就当是给你们长长记性。现在给我滚回去，立即消失在此地。是。林公子，不知此次驾临我凌云阁是所谓何事啊？我需要几颗道境级别的丹药，不知贵阁可有啊？有，不过道境级别的丹药十分珍贵，我凌云阁内也不多，每售卖一颗需要阁主大人亲自首肯。那能见见贵阁阁主吗？可以。林公子，请随我来。